我买彩票中了2亿9千万，女朋友知道后，她直接伙同富二代让我谈死女车祸。也许是上天的怜悯，让我回到了重生，回到了买彩票的当天。老板，这组号码买50倍。好的，祝您中奖。今天是2010年10月3日，彩票奖池高达2亿9千万。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，再过几小时我就能掏空奖池，成为亿万富翁。随着闹铃中的响起，我这才想起今晚6点还要参加同学聚会。晚上6点，我骑着电动车刚赶到海天酒店，一辆跑车停在了我的面前，车上下来了2个人，正是孙楚涵和他的富二代男友齐刚。三想，好久不见啊！哟，这不是楚涵的前男友吗？亲爱的，你别误会，我和他只是很普通的同学关系。你这车子不错呀！我勒个去，你还懂车？我这可是保时捷。我知道，最便宜的保时捷跑车吗？呵呵，把你诓的！你一个骑电动车的也敢看不起保时捷？还是个二手的，看来你还挺喜欢二手货。小子，你放什么屁呢？三想，你说清楚，谁是二手货？孙楚涵，看在我们相爱的份上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是愿意坐在我的电动车上笑，还是愿意在齐刚的保时捷车里哭？三想，你问这种问题有意思吗？我就是想听听你内心真实的想法。呵呵，我当然更喜欢保时捷了。谢谢你的诚实，希望你一直保持下去。穷小子，你在这装什么蒜啊？亲爱的，别理他。等等，刚刚他说我喜欢二手货，你告诉我，你跟他到底有没有那个啥？你居然不相信我？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可是清清白白的，你宁愿相信三想，都不愿意相信我吗？老婆别哭了，我相信你，都怪那个三想挑拨咱们的感情，我待会儿一定要给他好看。老婆，都是我不好，你不是看中香奈儿的包包吗？明天我就带你去买，当做给你赔罪。老公，你最好了。海天酒店包房内，大家都在谈天说地，而齐刚这样的富二代明显成了中心人物。喂，你和孙楚涵怎么回事啊？三想扭头一看，是隔壁班的姚思璇。我们早就分手了。啊，他把你甩了？是我把他甩了。你骗人！那么漂亮的女朋友，你舍得甩掉？再漂亮的女朋友，如果没有爱了，也没必要挽留吧。真可惜，上学的时候你对孙楚涵那么好，都能甩掉你。以后碰到更有钱的，他也能甩掉齐刚。我好像已经看到齐刚脑袋上的绿油油了。三想，你笑什么？你管得着吗？我知道你是记恨我把楚涵从你身边抢走。借着今天这个同学聚会的好日子，我正式宣布，我和孙楚涵在一起了。全场哗然，许多人下意识地看向三想。大家不用看三想，楚涵早就和他分手了。其实我能和楚涵在一起，还要多谢三想呢。你不用太客气，有些事情是我应该做的，只要你不介意就好。我是要谢谢你的不上进，如果不是你连楚涵喜欢的生日礼物都买不起，他怎么会对你心灰意冷呢？他要的太多，我确实给不动了。大家知道楚涵生日，三想送他什么吗？一个三流品牌的包包。哼，也不知道你怎么拿的出手。我一个月工资3700，那个包花了我3500，我不觉得很差。也对，你一个骑电动车的，3500的包对你来说的确很好了。可我觉得楚涵配得上更好的，而你根本配不上楚涵。所以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穷。当然，我有保时捷、劳力士金表、苹果4，我能带楚涵出国旅游。你有什么？你说的这些我暂时没有，但我以后会有的。你凭什么？凭你3700的工资吗？你都毕业1年多了，才拿3700的工资，就算你再努力，这辈子也买不起保时捷劳力士。三想，其实我不是为了钱，我只是觉得你太不上进了，让我缺乏安全感。或许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个错误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也没什么可反驳的。我跟你们注定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齐刚、孙楚涵也觉得没什么意思，就和其他同学聊天去。而三想看了看手机，发现到了彩票开奖的事情，于是把包厢的电视打开了。三想在看彩票开奖，哈哈，想发财想疯了吧？这就是他说的努力赚钱嘛。才20几岁就靠做梦发财了，真可悲。三想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三想摆了摆手，指尖还拿着一张彩票。你还真买彩票啊？这怎么可能中奖吗？你自己看。天啊，已经命中了5个号码。随着最后一颗篮球的出现，姚思璇差点要尖叫出声。中了，中了！三想，你中1等奖了，你中了500万啊！才2个小目标而已，这只是成为首富计划的第一步。你看错了，我中的不是500万。怎么可能啊？我一个一个对过的，你明明就是中了1等奖。你再仔细看看。姚思璇仔细看后，忽然张大嘴巴。你居然投了50倍！三想把彩票收起来，准备离开。三想，中奖了没有啊？中了又如何？没中又如何？我劝你不要做白日梦了，以后好好工作，多挣点钱。对了，记得不要再找我这么漂亮的女朋友了，你养不起的。谁说我养不起？我要再找女朋友，肯定找比你更漂亮的，比如姚校花。
三想，你是不是受刺激了？这种话也说得出来？就是你把姚思璇当什么了？人家可是校花，多少富二代都追求不来呢。你们说姚思璇会不会当场对他？姚校花，请问你愿不愿意跟我去约会？好啊。怎么可能？姚思璇怎么可能看得上三想？姚思璇难道疯了吗？我们走吧。对不起啊，我和思璇要去约会了，不能陪大家继续玩了。希望你们今晚能过得愉快，大家再见。看着他们离开的身影，孙楚涵要气疯了。三想他凭什么啊？他一个月才赚3700，姚思璇看上他哪一点了？孙楚涵越想越不对劲，气冲冲地追了出去。差不多的了，谢谢你啊，举手之劳，不用客气。要不要我送你回家？好啊，我是不是答应的太痛快了？三想会不会以为我是个拜金的女人？我骑电动车来的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别被交警抓到就行。不过你应该很快就要买车了吧？你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勾搭在一起的？我们才刚分手几天啊，你就跟他在一起了？孙同学，你这话说的有点奇怪了。我记得你和三想已经分手一段时间了吧？他现在和谁约会，似乎跟你没关系吧？姚思璇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，非要捡我不要的男人。你知不知道，他一个月才赚3700，跟他在一起，你们一辈子买不起海州的房子。谁说他买不起海州的房子？三想现在是随便挑。呵呵，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？就凭3700吗？三想刚中了大奖，什么房子都买得起。三想中了大奖？孙楚涵愣住了。是真的吗？你中了多少钱？是头奖吗？三想没有搭理他，跨上电动车拍了拍后座，姚思璇连忙也坐了上去。三想，你别走啊！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你能不能看在我们曾经相爱过的份上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？其实我爱的一直都是你。孙楚涵，你在胡说什么？齐刚，你不要再纠缠我了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跟三想分开？这女人不去当演员，真是浪费了天赋。孙同学，你还记得我之前问你的问题吗？我的电动车和齐刚的保时捷，你选哪个？我选电动车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的电动车的后座已经有人了，配不上高贵的你，你还是去保时捷里面哭吧。说完，三想带着姚思璇潇洒而去。老公，分手，我送你那些礼物，限你3天之内还回来，否则我跟你母完。第二天，在全国人民的关注，我顺利的拿下支票，奖金共计2.58亿。只是我钱还没捂热乎，一群人就围了上来。先生您好，我是工行的。我是建行的，我是越发行的。原来不是劫匪，是银行来拉存款的呀。诸位想要存款的话，不妨先听听我的条件。第一，政策允许情况下，给我最高利息。第二，为我提供全方位的金融理财帮助。第三，7成24小时待命的1对1客户服务。哪家能够做到，我就选择哪个银行。顿时，几个国有银行的代表露出为难的神色，唯有越发行的代表满脸喜色。您的3个条件，我现在就能答应。就你了。三想先生真是年轻啊，真羡慕你的运气。吴行长，我的条件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？3个条件都没有问题，我们商业行能够给您的利率绝对是最高的，各种金融理财服务，我们越发行也是最有经验的，1对1服务更没问题。稍后我再安排一个私人理财顾问，随时给您服务。还有，我需要开设如下的账户。吴鹏举接过去一看，顿时倒吸一口凉气。单子上的各种账户，有的连他也没听过。这是发了财之后要全面投资吗？没问题，所有这些我都可以帮您开设。那就多谢吴行长了，这些账户我有急用，越快越好。让小陈来一下。三想先生，这是陈青莲，我们越发行业务最好的理财经理，从现在开始他就是您的私人顾问，7乘24小时为您服务，所有你需要的账户他都可以帮您开办，有任何理财方面的问题，他都可以为您提出建议。三想先生您好，我是陈青莲，从现在开始为您服务。陈经理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接下来，陈青莲开始为我开办各种账户。等忙活完，已经是中午了。三想先生，中午我请您吃顿便饭如何？你这么辛苦给我办事，还请我吃饭，那我怎么过意的去？中午我请你吧。好吧。来到千达商场，三想发现广场上拉着的大横幅，写着第8届海州文化交流博览会。一瞬间，三想猛地想起一件事。前世就在这届博览会上，一个叫张海鑫的把天体版权以区10万元的价格卖出，而5年之后，天体居然夺得了科幻界的最高奖项雨果奖。从此，天体的版权价水涨船高，从10万到上亿，8年暴赚了1000倍。不仅仅是天体，张老师的其他作品也是摇钱树啊！既然碰到了，总不能错过。走，过去看看。C65展位里，张海鑫一脸犹豫地看着面前的一份合同和10万现金。张老师，你就不要犹豫了，我敢保证，不可能有人给出比这更高的价格。据我所知，天体前2部一共才销售了3万册，版税加起来还不到10万，这个转让费用已经很优厚了。我明白，我只是觉得有点可惜，他就像是我的儿子一样。
张老师，你放心，我们都是天体的忠实读者，比任何人都爱天体。而且我们凯乐影视实力非常雄厚，对天体的开发已经有了一系列很成熟的想法，你可以放心的把它交给我们。就在张海星准备签下名字的时候，三想和陈青莲走进展位。张老师，请别急着做决定，我也对天体的版权很感兴趣，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报价？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天体出版都好几年了，之前一直乏人问津，怎么今天一连来了2拨人要买版权？忘记自我介绍了，我叫三想，我从小就喜欢读科幻小说，是张老师的忠实读者。前段时间看了《天体》之后惊为天人，在我心目中这是一部可以永远流传的经典，所以我想把《天体》系列的版权买下来开发，让全世界看看，咱们华人也能写出好的科幻故事。没有那么好，没有那么好。《天体》的确是一部好作品，所以我才愿意出10万购买版权。怎么，你也拿得出10万吗？我出双倍，20万，你说真的？我很看好天体的市场前景，才会给出这个价格。希望张老师能好好的考虑一下。张老师，你相信他有20万？现在有些人不踏踏实实做事，就靠着坑蒙拐骗为生，你小心不要上当啊！是啊，我们凯乐影视有很强的制作班底，天体版权只有在我们手里才能发扬光大。至于他，你更愿意相信我们这种有资质的公司，还是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年轻呢？张老师，你要是不信，我现在直接转微给你。啥微？三想这才想起来，现在某信还没问世。张老师，我看他是来搞笑的，我还要赶飞机，你要是不尽快签合同，我可就要把钱拿走了。张老师您好，我是月发行高级理财经理，我叫陈青莲，这是我的名片。三想先生是我们月发行的高级 VIP 客户，我可以为他的财务状况担保。这种名片10块钱就能印一盒，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。张老师，我这可是现金。名片的确证明不了什么，那黑卡呢？三想先生，你可以给张老师看一看你的卡。三想立马掏出刚从月发行办理的黑金卡，黑卡是银行界最尊贵的象征，账户里至少得有8位数存款才能办下来。张老师，你现在可以确定了吧？三想先生不但有诚意，也有资金担保。如果你不放心，可以现在跟我们去月发行，10几分钟就能拿到现金。不必了，我相信你们的诚意，我决定了，天体的版权就卖给你们了。闻言，王一凯和蒋乐的脸色巨变，因为他们拿不出那么多钱。张老师，天体我们不要了，那飞跃木星呢？两位不好意思啊，飞跃木星我也要了。张老师所有拥有版权的作品，我全都要了。两位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，就可以离开了，不要耽误我和张老师谈事情。你，尽管两人不甘心，却也不敢招惹拥有黑卡的有钱人。没有了其他人的打扰，三想很快就和张海星签订了版权合同。吃完午饭后，三想带着陈青莲去了商业街。我们去干嘛？我想买件礼物送给朋友，你帮我参谋一下。女性朋友吗？对，女性朋友，跟你身材差不多，也像你这么漂亮。在三想的忽悠下，陈青莲跟着他进了香奈儿旗舰店。老公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丢下我，你放心，我以后只爱你一个人，再也不会理别的男人了。齐刚站在一旁，脸色有点不好看。他本来打算分手的，可架不住孙楚涵施展各种绿茶手段，终于还是选择了原谅。原谅归原谅，他可不想给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花钱了。楚涵，店楼最近生意不太好，我手头没太多闲钱，这个包下个月再给你买吧。可是我喜欢这个包好久了，你以前答应给我买的。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，光买包就花了6、7万，你现在又要包，当我是印钞机吗？你再这样，我都不知道你看中的到底是我这个人还是包包了。我当然是看中你这个人了，那就下个月再买吧。孙楚涵恋恋不舍地把包包放了回去。就在这时，三想和陈青莲走进店里。好你个三想，难怪不肯跟我复合，原来是有了新欢。三想也看到了孙楚涵，不过他选择了无视。把店里最新款的包包拿过来。于是孙楚涵刚放回去的包包又到了三想手上。姐，你背一下我看看，美人配名包，很美很养眼啊。不错，就是它了。刷卡。黑卡亮出，店员眼睛都直了。他接待过各种各样的有钱人，黑卡却还是第一次见。三想进店10分钟，狂刷近10万块。老婆，别叫我老婆，那个包包明明是我先看中的，现在被三想买走了。齐刚，你到底给不给我买这个包？你不给我买的话，我就去跟三想要。齐刚脸都绿了。你疯了吧？你要包包我给你买，跟他要算怎么回事？你如果刚刚给我买了的话，我至于跟他要吗？哼，别丢人现眼了，我现在就给你买。对不起先生，这是最后一个了，下一批货要下个月才能到。哪里？大土豪，你领奖了吗？领了。你是亿万富翁了。可以这么说吧。必须请客。好啊，一会我去你公司门口等你，吃什么你定。我想吃海底捞。没问题。思璇，等人呢？不会是在等男朋友吧？那咱们公司好多男人就要心碎了。
别乱说，我就等个普通朋友。哈哈，脸红了，肯定是男朋友。就在这时，一辆玛莎拉蒂飞驰而来。周少怎么来了？难道是来接思璇的？姚小姐，你好啊！听说你今天加班，我过来探个班。我知道一家很不错的海鲜餐厅，有没有兴趣去尝尝？不好意思啊，周少，我晚上约了朋友吃饭。没关系，可以叫你朋友一起去。是位男性朋友，我们要谈些私密的事情，恐怕不太方便。姚思璇，你疯了吗？尹浩可是堂堂上市公司董事长的独子，货真价实的富二代，开着100万豪车，随便勾勾手指就有无数女孩尖叫着扑上来，你怎么还拒绝啊？不过越是如此，越是激发周云浩的征服欲。我吃过饭，还要去个私人拍卖会，会有很多商界和文艺圈名人出席，认识他们对你的工作很有帮助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不好意思，周少，我已经下班了，休息时间不想再谈工作，只想跟朋友放松下。姚小姐，难道在你心中，事业还没有朋友重要吗？我从小就是这种不求上进的性格，估计以后也不会改了。那我倒要看看，能够让姚小姐放弃事业的男人到底有多优秀。就在这时，一辆电动车慢吞吞的驶来。姚同学，久等了。姚思璇很自然地跨上了电动车后座，随着电动车远去，周云浩的脸色变得铁青。去告诉你们老板，今晚我要是看不到姚思璇，以后就别想再接绿野文化的生意了。绿野文化可是公司第1大客户啊，你别愣着了，赶紧给老板打电话。另一边，三想他们刚吃完，姚思璇的手机就响了。是我老板打来的，这个必须得接。怎么了？还不是那个混蛋周云浩约我吃饭，我不肯，居然跑去威胁我老板，说如果我不陪他参加私人拍卖会，就取消和我们公司的合作。确实是个混蛋，你老板怎么说？老板说我只要去参加拍卖会，就给我2万块的奖金，被我拒绝了。给这么多奖金为什么不去？我陪你一起去，看他能搞出什么花样来。海州郊区私人博物馆，周云浩没在，再等5分钟，如果看不到他，我们就离开。来都来了，干脆转一转，要是碰到喜欢的话，我也买一副回去。你也懂话？不懂可以装懂，你看这么多人哪个是真懂的，还不都是附庸风雅？两人在大厅里转了起来，虽然看不太懂画的技巧和内涵，却能看懂价格。哇，280万！就这，艺术果然不是我这种凡人能够理解的。你个土包子，懂什么？这是格哈德里希特的画，他是德国著名波普艺术家。这幅画表达了画家对工业化的痛恨和抵制，也展现了孤独悲怆的内心世界。你连这都看不懂，说明你对艺术一窍不通。三想惊呆了，这么明目张胆的胡说八道，确定不会被雷劈吗？姚小姐，你来了，很好。不过这个穷鬼是怎么进来的？三想不是穷鬼，他有钱。有钱会骑电动车，还有你没资格参与这种场合。识相的话，快点滚！谁说我没资格？我说的，这里最便宜的一幅画都要几十万，你买得起吗？我看你连画框都买不起。谁说三想先生买不起的？三想先生可是我们月发行的黑卡贵宾。吴行长，你没搞错吧？这小子明明就是个骑电动车的，怎么会是月发行的黑卡贵宾？周少认为我在撒谎吗？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和三想先生有些话要说，周少没事的话就请自便吧。周云浩有些怨恨地瞪了三想一眼，悻悻离去。吴行长，谢谢你替我解围。你客气了，别看这些人一个个光鲜亮丽，号称上流，他们能调动的资金未必有你多。与其说是我帮你解围，不如说你比其他人更有资格站在这里。吴行长过奖了。你和周云浩有仇？他想潜规则我同学。周云浩是绿野文化周长华的独生子，从小娇生惯养，很是小心眼，你得提防这点。吴行长多虑了，我看他印堂发黑，很快就会倒大霉，说不定过几天就破产了，拿什么算计我？吴鹏举以为三想只是逞口舌之力，可只有三想知道，下个月初绿野文化就会被美国金融机构做空，惨遭停牌。诸位想必也都知道，我的公司快要撑不下去了。为了救公司，不得不把这些年的收藏品拿出来拍卖。今天的拍品都是我的命根子，希望诸位拿回去之后好好对待。有朝一日我老马要是能东山再起，愿以今日拍卖的双倍价格赎回。人倒价不倒，这才是大玩家风范。今天来的诸位，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，都是来帮忙的，我向您们道一声谢谢。马老板不必客气。都是自己人，我也不说客套话了。拍卖会现在开始，有请第一件拍品秦王绕柱，低价300万，一路竞争到480万，才由马少天的一位老朋友拍下。各位，接下来上拍的是民国大师张大千的2幅画作，空明借东风和三英战吕布，2幅作品合并拍卖，起价35万，每次加价1万元。拍卖之前有几点事项需要跟大家说明，这2幅画都是张大千早年的仿作。仿作不就是假画吗？谁会花几10万买2幅假画回家啊？
而宾客们也窃窃私语，对这两幅画不太看好。既然大家不感兴趣，那我宣布这两幅画流拍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从人群中响起：35万！这傻小子是不是以为能捡漏啊？三想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张大千挺有名的吧？我买不起他的真画，买2幅假画回去欣赏也是好的。其实三想这是在捡漏，只要能拍到这2幅画，价格能翻100倍。这位先生出价35万，还有更高的价格吗？无人竞价，三想十分轻松的以35万的底价拍下。三想，你是不是太好面子了？我怎么了？你想融入这个圈子也不需要用这种手段啊！你知道他们刚刚怎么说你吗？说你是傻子。真这么说吗？谁是傻子可不一定呢。你花35万买2幅仿作，还不傻？如果我能证明我不是傻子，你怎么说？那我就满足你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都可以吗？只要不太过分的都可以。嘿嘿，那你等着瞧好了。随后三想抱着2个画轴走向了鉴定专家金文山。这不是本场拍卖会第一大豪客吗？抱得这么紧，难道是怕人抢吗？你放心拿回去当传家宝吧，不会有人跟你抢的。三想都懒得看他，过去跟金文山说了几句话。金文山脸色一变，连忙用强光手电仔细的照在画上，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看了好半天。金大师，这玩意儿还用看吗？放到厕所里当手指都嫌破。你懂个屁！小伙子，这幅3英战吕布确实如你所说有点意思，介不介意我现场操作一下？金大师太客气了，您请便。紧接着，金文山打开工具箱，从里面拿出一整套装裱工具，开始了表演。一通鼓捣，居然把画作表面的一层接起来了。是阶层，以前听说过没见过，原来真有这种手艺。很快，金文山小心翼翼地把整个表层接了下来，露出下层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回事？下面这一层好像更精妙啊！这怎么可能？金大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难道还没看出来吗？下面这层画是唐伯虎的《春江花月》原本真迹呀！你们看落款的印章。金大师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证据？我说的话就是证据，你不服吗？周云浩顿时如同泄了气的皮球，没声音了。小伙子，你的运气真好啊！35万就拍下了这件稀世珍宝。众人这才意识到，这幅画是三想的。这家伙到底做了什么？运气为什么这么好？我要是天天跟他在一起，能不能沾沾好运？金大师，你再好好看看，是不是搞错了？这怎么可能是唐伯虎的真迹呢？小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不相信我的眼力，还是不相信我的专业素养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就是不明白，唐伯虎的真迹怎么会藏在张大千的仿作下面？这根本不合理啊！也好，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吧。我说它是真迹，主要看3点。一顿解释，众人恍然大悟。春江花月多年来杳无音讯，我本来以为有生之年不可能再见到，没想到今日有缘得见，这都要多谢三想小友啊！我还要多谢金大师，如果不是你的接画技艺，这幅画也不能重见天日。金大师，这幅画能值多少钱？如果我来估价的话，3500万左右吧。如果拿到国外拍卖，价格可能会更高一点。三想先生，我出4000万，能不能把这幅画割爱给我？说话的是海州有名的金融家和收藏家刘恒。刘老板喜欢这幅画。江南4大才子唐伯虎、祝枝山、文征明和徐真卿的书画，我已4得其3，唯独缺了一幅唐伯虎的真迹。今天既然碰到，又怎么能放过呢？三想先生若是能够割爱，我刘恒感激不尽。这幅唐伯虎真迹，我本人也是很喜欢。不过既然刘老板喜欢，我也愿意成人之美。那太好了。至于价格，就按照金大师的估价，3500万吧。多谢三想先生，这个人情我记下了。希望我们以后能有更多合作的机会。哈哈，很快就会有的。姚同学，你前面说过的话还算数吗？哼，本姑娘才不会赖账呢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。姚思璇表面上回答的一脸轻松，其实心里却紧张的不行。万一三想提出过分的要求，我是答应呢，还是答应呢，还是答应呢？我今天累了一天，肩膀有点酸，待会儿给按一下吧。就这。不然呢？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回到家的三想立马把手头上的钱分成3份，一笔用来激进投机，一笔用来稳健投资，还有一笔作为后备金以备不时之需。根据前世的记忆，绿野文化很快就会遭受重创，反正你们死定了，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。从你们身上赚的钱，就当做是周云浩对我的道歉吧。第二天，三想来到越发行，我的美股和港股开户办得怎么样了？真是不好意思，那边还有几个流程没有完成，我已经催过美国和港岛的同事了，最多24小时，一定能够开通。不过瑞士银行账户已经开通了，按照你的要求存入了1笔美元资金，并连通了备保账户。太好了，电脑能不能借我用用？当然可以。三想很快进入了一个网站，这是什么网站？是用来交易比特币的。比特币你知道吗？我好像听过，是一种电子货币吧？你要投资这个吗？
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买几个存起来，以后你会感谢我的。多少钱一个？怎么买？你看我操作吧。说着注册了一个用户名，并往账户里转入了100万美元。陈青莲看傻了，他本以为三享就是玩玩，没想到一下子就投入了100万美元。谢谢你的电脑。看样子你能赚不少钱，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，就只有一声谢谢吗？那我送你5个比特币吧。哼，我才不要呢！你真想谢我的话，请我吃个饭吧。这可是你不要的，以后不要后悔哦。吃完午饭，忽然有人往三享手里塞了张传单。先生、女士，这是最新开盘的远航新苑高档小区，以6层洋房和联排别墅为主，地段优越，现在优惠价格每平米起价15888元，全款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。远航新苑，根据前世的记忆，未来那里的房价都超过12万，现在居然才1万5，我要赶紧投资一波。我花35万买下2幅赝品，众人都嘲笑我人傻钱多，然而下一秒他们都傻眼了。如果我能证明我不是傻子，你怎么说？那我就满足你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都可以吗？只要不太过分的都可以。嘿嘿，那你等着瞧好了。随后三享抱着2个画种走向了鉴定专家金文山。这不是本场拍卖会第一大豪客吗？抱得这么紧，难道是怕人抢吗？你放心拿回去当传家宝吧，不会有人跟你抢的。三享都懒得看他，过去跟金文山说了几句话。金文山脸色一变，连忙用强光手电仔细地照在画上，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看了好半天。金大师，这玩意儿还用看吗？放到厕所里当手指都嫌破。你懂个屁！小伙子，这幅3英战吕布确实如你所说有点意思，介不介意我现场操作一下？金大师太客气了，您请便。紧接着，金文山打开工具箱，从里面拿出一整套装裱工具，开始了表演，一通鼓捣，居然把画作表面的一层接起来了。是阶层，以前听说过没见过，原来真有这种手艺。很快，金文山小心翼翼地把整个表层揭了下来，露出下层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回事？下面这一层好像更精妙啊！这怎么可能？金大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难道还没看出来吗？下面这层画是唐伯虎的《春江花月》原本真迹呀！你们看落款的印章。金大师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证据？我说的话就是证据，你不服吗？周云浩顿时如同泄了气的皮球，没声音了。小伙子，你的运气真好啊！35万就拍下了这件稀世珍宝。众人这才意识到，这幅画是三享的。这家伙到底做了什么？运气为什么这么好？我要是天天跟他在一起，能不能沾沾好运？金大师，你再好好看看，是不是搞错了？这怎么可能是唐伯虎的真迹呢？小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不相信我的眼力，还是不相信我的专业素养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就是不明白，唐伯虎的真迹怎么会藏在张大仙的仿作下面？这根本不合理啊！也好，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吧。我说它是真迹，主要看3点。一顿解释，众人恍然大悟。春江花月多年来杳无音讯，我本来以为有生之年不可能再见到，没想到今日有缘得见，这都要多谢三享小友啊！我还要多谢金大师，如果不是你的接画技艺，这幅画也不能重见天日。金大师，这幅画能值多少钱？如果我来估价的话，3500万左右吧。如果拿到国外拍卖，价格可能会更高一点。三享先生，我出4000万，能不能把这幅画割爱给我？说话的是海州有名的金融家和收藏家刘恒。刘老板喜欢这幅画，江南4大才子唐伯虎、祝枝山、文征明和徐真卿的书画，我已4得其3，唯独缺了一幅唐伯虎的真迹。今天既然碰到，又怎么能放过呢？三享先生若是能够割爱，我刘恒感激不尽。这幅唐伯虎真迹，我本人也是很喜欢。不过既然刘老板喜欢，我也愿意成人之美。那太好了。至于价格，就按照金大师的估价，3500万吧。多谢三享先生，这个人情我记下了。希望我们以后能有更多合作的机会。哈哈，很快就会有的。姚同学，你前面说过的话还算数吗？哼，本姑娘才不会赖账呢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。姚思璇表面上回答的一脸轻松，其实心里却紧张的不行。万一三享提出过分的要求，我是答应呢，还是答应呢，还是答应呢？我今天累了一天，肩膀有点酸，待会儿给按一下吧。就这。不然呢？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回到家的三享立马把手头上的钱分成3份，一笔用来激进投机，一笔用来稳健投资，还有一笔作为后备金以备不时之需。根据前世的记忆，绿野文化很快就会遭受重创，反正你们死定了，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，从你们身上赚的钱就当做是周云浩对我的道歉吧。第2天，三享来到越发行，我的美股和港股开户办得怎么样了？真是不好意思，那边还有几个流程没有完成，我已经催过美国和港岛的同事了，最多24小时，一定能够开通。不过瑞士银行账户已经开通了，按照你的要求存入了1笔美元资金，并连通了备保账户。太好了，电脑能不能借我用用？
当然可以。三想很快进入了一个网站，这是什么网站？是用来交易比特币的。比特币你知道吗？我好像听过，是一种电子货币吧？你要投资这个吗？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买几个存起来，以后你会感谢我的。多少钱一个？怎么买？你看我操作吧。说着注册了一个用户名，并往账户里转入了100万美元。陈青莲看傻了，他本以为三想就是玩玩，没想到一下子就投入了100万美元。谢谢你的电脑。看样子你能赚不少钱，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，就只有一声谢谢吗？那我送你5个比特币吧。哼，我才不要呢！你真想谢我的话，请我吃个饭吧。这可是你不要的，以后不要后悔哦。吃完午饭，忽然有人往三想手里塞了张传单。先生、女士，这是最新开盘的远航新苑高档小区，以6层洋房和联排别墅为主，地段优越，现在优惠价格每平米起价15888元，全款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。远航新苑，根据前世的记忆，未来那里的房价都超过12万，现在居然才1万5，我要赶紧投资一波。女士你好，请问是看房吗？我不看房，他看，我是陪他来的。切，开什么玩笑？骑电动车来看什么房？我们这里可是未来的高档洋房小区，电动车是不准入内的。白兰，我肚子忽然好疼，你来接待吧。说着一溜烟跑掉了。剩下来的长发售楼小姐是满脸的无语。我叫白兰，很高兴为2位服务。我为2位介绍一下本楼盘的详细情况。白兰很敬业，足足用了半个小时才把小区的情况介绍清楚。三想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先生觉得怎么样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引擎的轰鸣声，来人正是周云浩。我说外面那辆电动车怎么有点眼熟？还真是你啊！昨天晚上发了点小财，今天就来买房，果然是小农思维，赚到钱第一步就是先购这个窝。是啊，一不小心赚了那么多钱，不花出去浑身难受。哼，你该不会以为3500万很多吧？反正够买几套房子的。宝贝，你看这小子像个有钱人吗？不像。刚刚外面那辆电动车看到没有？知道是谁的吗？就是他的，骑着电动车来买房，也是奇葩。这时，陈青莲从洗手间回来。三想，这2位是你的朋友吗？我和他们不是很熟。说着，握住了陈青莲的手。青莲，陪我再看看。陈青莲被吓了一跳，但很快就醒悟了过来。好啊，你想看多久我就陪你看多久。这混蛋不但走了狗屎运，还有桃花运。先是姚思璇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她凭什么？陈姐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在外面一定要给男人面子，不过下不为例哦。你看的怎么样了？这个小区很不错，我觉得很有升值潜力。小姐，给我开个报价单。不会吧，这个骑电动车的客户真的要买房？他买得起吗？目前全款可以享受95折优惠，还赠送5年物业费。这是最低折扣吗？能不能再让一让了？如果您今天能交定金的话，我可以替您跟上面申请一下。贷款也能享受95折优惠吗？你们如果确实有购买意向，我就去和经理沟通一下，给你们争取最大的优惠，怎么样？那就拜托你了。你们银行最多能给我放多少贷款？你要贷款买房？不然呢？你有那么多钱，为什么不全款买？傻子才全款买。未来10年房子的升值速度比利息快多了，到时候随便卖2套就够还贷款了。按照你在我们行的存款，最多能给你8000万贷款。8000万吗？三想正琢磨着，周云浩走了过来。我把7号别墅定下来了，光定金就交了200万。我这样的身家，在这里买房还差不多。你挣的那点钱，我怕你买得起养不起啊。再过1个月你家公司就要破产了，我看你怎么付尾款。美女，我都不明白你跟着他图什么？买个100-200万的破洋房还要犹豫这么久，丢不丢人啊？你要是跟了我，我刚买的别墅随便你住。亲爱的，那我呢？你滚一边去，别耽误我跟美女说话。这位先生，我跟你不熟，请你说话客气一点。现在的确不熟，聊一聊不就熟了吗？周云浩，你最好走远点，别耽误我买房。售楼小姐，你们号称要做高档小区，那就不能为了赚钱而把房子卖给一些随随便便的人。跟你们经理说一声，如果你们卖房子给这种人，别说我就不要了。我不想和低素质暴发户做邻居。我卖了好几年的房，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蛮横无理的要求。就在此时，白兰带着销售经理过来了。陈青莲，怎么是你？元放，你在这里工作啊？我一直都在远航地产，上个月刚调到这边当销售经理。怎么，是你要买房吗？不是我哪买得起这里的房子啊？是我朋友买房。三想，这是我大学同学元芳。你就是这里的经理啊？我问你，到底是要做他的生意还是我的生意？怎么回事？售楼小姐赶紧把周云浩的要求说了一遍。这还用考虑吗？我的单子上千万，他的单子最多200万，赚多赚少你们应该拎得清吧？周云浩，你的意思是谁钱多就该做谁的生意，是吗？你这么理解也可以。袁经理，我刚刚看过楼盘了，觉得还不错，所以我打算买2个单元。此话一出，周云浩哈哈的大笑起来。
你吹牛之前打个草稿行不行？2栋楼得5000多万，就算你前天赚了3000多万，还差这2000多万呢。这家伙疯了吗？这是买房子不是买菜啊，哪有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买的？三小先生，你就别开玩笑了。袁经理是不是不相信我的财力？他可以给我证明，我不是开玩笑的。三小的财力没问题，他是我们月发行的至尊贵宾，黑卡的拥有者，我们行给他的授信额度是8000万。哦，三小先生，这2个单元洋房一共是28套房，总价将近6000万，你确定全都要吗？那得看你们的诚意了。刚刚有人说什么来着？谁钱多就做谁的生意，我和周少只能选一个，你选吧。你敢？远航地产的程经理和我爸爸是朋友，你们要是敢这么对待我，我就找程总告状，把你们全都开除。三小先生，这个。行了，我就说这玩的，看把某人吓的。很快，2栋楼的总价计算出来。三小先生，2个单元一共28套房，9折优惠后的总价为58714856元，您的首付是30%，每个月还款218128元，您看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每个月才还这么一定额，签合同吧。就这么签了，您难道没有其他问题了？刚刚是这位小姐给我介绍的，我觉得她的工作态度挺不错的，别忘了给她提成。没问题，白兰干得不错。难道我家祖坟冒青烟了？不然怎么会遇到这种好事？所有手续办理完毕，已经是晚上7点多。三小先生，您帮我完成了这么大一笔单子，真是太感谢了。晚上有空吗？我请您和青莲同学吃个饭。吃饭就不必了，我晚上还有事。再过1个多小时，美股将会开市，就拿绿野文化做我的第一个头像会吧。你昨天是怎么回事？打了2遍电话都不接。对不起啊，我昨天办了件大事，把你给忘了。你别生气，给我个机会赔罪好不好？哼，你打算怎么赔罪？请你吃大餐怎么样？顺便邀请你陪我去买点东西。你想买什么啊？买车。老高，你不是有车子开吗？怎么要换车？哼，我现在看到那辆二手保时捷，就想起你和三香那些事，就生气。我以后再也不开二手车了，我要开新车。老公，你别生气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惹你生气了，我会全心全意对你好的。这还差不多，三香那小子有什么好的？就是个暴发户而已。小姐，这辆坦克800多少钱？这台车售价170万，不能优惠点吗？不好意思啊，齐先生，这都是官方统一售价，我们最多送您点内饰，价格方面的确是不能再降了。您要是觉得价格高了点，店里还有一台08款的二手车，能便宜几十万。我不买二手车。说完，齐刚气鼓鼓地拉着孙楚涵离开了坦克店。老高，不买了吗？先不买了。对了，你上次不是说想坐在宾利上拍照吗？我带你去。真的吗？我和宾利店的副经理是哥们，去打个招呼就行。那可太好了，我要多拍几张发到朋友圈，让同学们都羡慕羡慕。你怎么有空过来？来看看你怎么样，忙不忙？平时1个月也没个客人，今天还真是巧了，刚卖出1台车。能买得起你们品牌的，肯定是真正的有钱人。对了，让我女朋友借你们的车子拍几张照片行不行？好啊，你想拍哪台？就那台新款宾利吧。王森露出为难的神色。这个有点不方便，那台宾利刚刚卖出去，车主正在签合同，签完就要开走，被车主看到的话不太好。你说的没错，这种大人物的车子还是不要乱碰了，碰坏了赔不起。听说不能拍宾利，孙楚涵大失所望，只能选择角落的老款飞驰。姚思璇，你在干嘛？那是你能碰的车子吗？碰坏了你赔得起吗？我为什么不能碰？这是齐刚的叔叔买的。你说买车的人是齐刚的叔叔？你笑什么笑？三想这种暴发户，人脉圈子怎么能跟齐刚家里比？姚思璇懒得再搭理孙楚涵，直接坐进了车里。王哥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去把他拉出来。我你妈！谁是你王哥？我都不认识你。王哥，我是齐刚的女朋友啊。王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女朋友怎么回事？居然骚扰我们的贵宾客户！姚小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是我们照顾不周，让她骚扰到您了。您没有受到惊吓吧？没事，他只是跟我开玩笑。玩笑就好，玩笑就好。三想先生已经签好合同了，马上就过来。下一秒，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进大厅。赵经理，能不能不要这么高调？我不太习惯。三想先生，别人买车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，你也太低调了。放心，就拍张照片，宣传的时候也不会露脸。那就好。此时齐刚和孙楚涵全都不敢置信地看着三想。怎么又是你们？都说冤家路窄，可这路也太窄了吧？海州这么大，怎么天天碰到这2个货？三想，这辆宾利是你买的？没错，是我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连个 LV 包都舍不得给我买，居然给姚思璇买宾利。齐刚，孙楚涵刚刚说买车的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叔叔，见到叔叔怎么不叫人呢？什么叔叔？我怎么不知道三想是我叔叔？怎么回事？
老高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解释个屁！你给我戴绿帽子也就算了，还给我认了个叔叔。孙楚汉，从今以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咱们一刀两断。三想，都是你。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自己的选择。亲爱的，车也买了，我们该去兜风了。感觉怎么样？挺好。开几百万的豪车就挺好而已嘛。不然又怎么样？三想，这个项目怎么搞的？甲方节前不就让你修改吗？你改的什么玩意儿？军哥，亲亲爱广告设计的文案，客户明明说可以定稿了，怎么又改了主意？客户说稿子不行，你赶紧重写。这个广告下个月就要推出，要是在你这个环节耽误了，我扣你工资。长假已经结束了，大家收收心，把精力重新放到工作上。如果有人懈怠工作、偷懒耍滑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三想，你还发什么呆？董事长的话你难道没听到吗？今天下班之前，我要你的修改方案。如果客户还不满意的话，你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。不就是个广告文案吗？前世我没经验写不好，重生之后的我可是有着无数个点子啊。上午趁人不注意，三想一边写文案一边摸鱼炒股。三想，军哥让你去他办公室，董事长在军哥办公室呢，好像刚发了脾气，你最好小心点。不就是个广告文案吗？急什么急？董事长、李总监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三想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让你修改客户文案，你居然上班炒股，你把公司当成什么地方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个长假，董事长在公司安装了摄像头，没想到上班第一天就抓到了你这个浑水摸鱼的。三想，你进公司也有1年多了，应该知道公司的规矩。董事长，对不起，我承认我用上班时间炒股，公司不管怎么处罚我都认。既然你承认了，那就收拾东西吧。你放心，公司该给的赔偿都会给你的。你以为我想来上班啊？还不是想收购你的公司？好吧，这是改好的文案，我去收拾东西了。董事长，都怪我御下不严才会出现这种事情，我自行处罚，请董事长批准。公司风气的确要肃清一下了，你这个月的绩效减半。怎么了？我被开除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工作时间炒股，被摄像头拍到了，董事长亲自下的命令，让我立刻走人。三想，跟我去董事长办公室。还有什么事？我都被开除了，董事长不会还要教训我吧？好事是好事，你快去吧。叶小姐，你找我？你还挺有个性，能说说这份文案是怎么想的吗？就这，叶小姐，你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，我就先告辞了。我改变主意了，不开除你了，所以你还得继续给我工作。你说不能辞就不能辞吧，那我回去工作了，先让你嚣张一段时间吧。等我买下公司，我当董事长，你给我当秘书，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嚣张。被开除的三想又回来了，理直气壮地利用上班时间炒起股票来。下午，当他回到工位的时候，赫然发现叶冰凌正在摆弄着他的电脑。糟了，一天之内被抓到2次，我是不是太不把董事长当盘菜了？董事长，我错了，你开除我吧。叶冰凌没理他，目光紧盯着屏幕，随后又深深地看了三想一眼，什么都没说，直接走了。这就完事了？难道我的才华已经强烈到当场摸鱼被抓都不会被开除的程度了吗？当三想把目光落在屏幕上的时候，猛地醒悟过来，糟了，没办法保持低调了。叶冰凌回到办公室，立马把三想的祖宗18代查了个遍。可如果三想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话，刚刚看到的600多万持仓是怎么回事？也就是说，我手底下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小员工，比我都有钱。董事长，听说三想又炒股了，这家伙屡教不改，太不像话了，要不要马上开除他？三想那份文案，甲方有什么意见吗？客户很喜欢，还问后续的文案能不能也这么精彩。那就派他专门对接这个项目吧。还有，把他安排到我隔壁办公室办公吧，我来监督他。董事长，隔壁是我啊。那你就搬到别的地方去。可是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了。等李军走后，叶冰凌打开了股票系统。为什么我就不懂投资呢？工作时间摸鱼，还是连续2次都没被开除，牛啊！你们就别嘲笑我了。谁敢嘲笑你啊？现在大家都在传你上面有人，不然怎么连董事长都不放在眼里呢？三想，收拾一下你的东西。大家看到了吧？我上面真没人，我走了，你们别想我，咱们山水有相逢。说什么呢？不是开除，是给你安排了一间独立办公室，以后你就专门负责亲亲爱的宣传项目了。什么？上班摸鱼炒股被抓2次，不但没开除，还升职了？三想啦三想，你小子还敢说上面没人？很快，三想搬到董事长隔壁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公司。不愧是整个公司第2豪华的办公室，真不错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准备下班回家。出了办公室，三想往隔壁瞄了一眼。前世似乎就是最近这段时间，他投资失败，才导致一连串连锁反应。看来我得抓紧时间得到他的信任，帮他躲过这一劫。三想乘坐电梯来到了地下车库。三想，过来一下。董事长，有事吗？晚上陪我参加一个会面。见客户。董事长，我已经下班了。
算你加班，3倍工资。这不是公不工资的问题。5倍工资。好嘞，你也不问去做什么。 5倍的工资，只要不是把我卖了，做什么都行。随后，叶冰凌按下车子的启动按钮，却始终没有任何反应。你下去看看怎么回事。董事长，你这车子是不是从来没换过电瓶？电瓶？这又不是电动车，换什么电瓶？哎，女司机啊，你看到这个有正负极符号的图标了吗？这是电瓶图标，它在不停的闪，说明汽车电瓶的电量耗尽了，所以车子无法启动。这个图标好像闪了好几天了。那你就没想过它为什么会闪？这是电瓶在喊救命。我还以为是在充电呢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必须得换电瓶了，我可以帮你找个专业修车的朋友过来。要多久？他带着电瓶过来，再加上更换的时间，最少也得1个半小时。来不及了，车子就放在这里，我们打车走。董事长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坐我的车子去。什么？你要我坐你的电动车去见合作伙伴？我换4个轮子了。你的车子在哪里啊？三想掏出钥匙一按。你开宾利上班，你以前不都是骑电动车吗？昨天刚买的。车子不错，花了多少钱？600万。又是600万，股票账户里600万，车子600万，这就是1000万身家了。你都1000万身家了，为什么还要赚3700一个月的工资？董事长，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没什么，我们走吧。老板，咱们今天要见什么人啊？能不能提前透露一下？我准备准备。见个朋友，你待会儿不要说是我的员工，就说你是我的男朋友。啊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不是不愿意，我没干过这种事，所以得加钱。10倍工资够了吧？太够了，谢谢董事长。到时候不要乱说话，认真听就行。当我需要你给出意见的时候，你要把你最真实的想法告诉我，明白吗？所以，我其实是个参谋。叶冰凌没再回答，而是闭上了眼睛。这个死要钱的家伙真的能帮我吗？希望不要穿帮。很快，两人来到我你妈大酒店。爱德华，让你久等了。我也刚来。冰凌，这位是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男朋友三想。啊，三想，这是我的大学同学爱德华。三人落座后，爱德华脸色变得有些难看。三想先生，你和冰凌是怎么认识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她交了男朋友？我和冰凌认识的过程，那可真是说来话长。我还记得那天布达拉宫的天空无比湛蓝。你们在藏地认识的？冰凌，你什么时候去的藏地？我哪去过藏地啊？这家伙胡说八道呢！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想起那段传奇而又浪漫的认识过程，一时间感触万千。爱德华，这些事情待会儿再说。投资的计划你带来了吗？都在里面，你看一下吧。叶冰凌打开 iPad 翻看了起来。三小，你看起来年纪比我和冰凌要小一些啊。我今年25岁，才25岁，那不是大学刚毕业没多久？刚毕业1年多。那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也是做广告的。原来也是广告界的精英啊！我的团购网站上线之后，会有很多广告宣传方面的需求，来交换个名片吧。万团网 CEO， 我尼玛，真敢写！人家千团大战，你直接来个万团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出门太匆忙，忘记带名片了，改天补给你。无妨，三想先生，你对目前的团购市场怎么看？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？我的建议就是不要浪费钱搞团购。三想，别胡说。冰凌，让他说吧。创业阶段就是要集思广益，吸取各方面的意见，才能避免走弯路。或许三想在这方面有真知灼见呢。冰凌，你打算投资这个项目？目前来看，项目的前景还是不错的。我觉得团购是现在的风口，也是未来的趋势，值得尝试。没错，你有宣传资源，我有技术和运营团队，简直就是天作之合。那整个项目需要投资多少钱？谁来出资金？股权怎么分？我个人出资300万，加上运营技术和商户资源折算500万，冰凌出资500万，加宣传资源折算300万，总投资1600万。我占股51%，冰凌占股49%。我准备用3个月时间，在海州市场拿下15%的市场份额。你先等等，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纸上谈兵，简直就是大错特错。三小，叶冰凌气坏了。你丫的在胡说八道！你的10倍工资就别想要了。在互联网时代，只要是以技术作为产品和业务模式的支撑，就一定是寡头格局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市场只有一个胜者，其他的都会死亡。市场份额只有100%或者0%，没有中间数。爱德华和叶冰凌听得都懵逼了。第二点，你们一共才出资800万，就想搞团购？说句不好听的，你们这点钱投进去都听不着响。800万只是启动资金，我们会融资的。这就是最重要也是最致命的一个问题。你口口声声说要融资，说的好像你只要去找就有资金等着你，那可真的是太天真了。现在团购行业这些参与者，不是有大公司当靠山，就是已经拿到了融资，哪一个的实力不比你强？资本为什么不投在他们身上，而非要投给你这么一个要啥没啥的小网站？爱德华听的是哑口无言，叶冰凌也心乱如麻。如果他真的听信了爱德华，贸然投资的话，很有可能输得很惨。三小，你懂得这么多，那如果你来做团购呢？我来做，
也会输得很惨。我只是开了重生外挂，又不是开了无敌外挂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团购的确不能投资。冰凌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可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，我有米国的先进经验，你相信我，团购很有前途的。那刚刚三想说的那几个问题，你打算怎么解决？我这份投资计划，我看还是算球了吧。冰凌，你再考虑一下。对不起，我有点累了，先走了，下次再聊。董事长，刚刚我说话有点冲，你别介意啊。不会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的这番话，我可能已经决定投资了，那可能就是一场灾难。当然是一场灾难，我把你从后半生的悲惨命运中拯救过来，你该怎么谢我？三想，如果团购不能投资的话，那你觉得真实集团怎么样？他的影业公司正在寻找投资，我打算投一笔。我操！我尼玛，叶冰凌儿，叶冰凌，我才刚把你拉出狼窝，你又要冲进虎穴。董事长，你干嘛这么急着投资？我有点饿了，去餐厅边吃边说吧。三想，你刚刚对团购的那些看法，都是你自己想的？当然不是，这都是我前世在财经杂志上看到的马后炮。没错，都是我平时观察和思索出来的。别人陪我吃饭的时候，都会主动寻找话题。三想倒好，自己玩起手机来了。三想，你难道不知道吃饭时候玩手机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董事长，我不是在玩手机，是美股马上就要开市了，我得下几个单。美股？你还投资了美股？一点点也。我看过你的简历，我想知道你这么一个从小普通到大的人，是怎么开上宾利的？董事长，这些属于我的个人隐私，似乎没有告诉你的必要吧？我想我猜到了，我有证据。三想刚想问是什么证据，手机响了。三想，我昨天给我妈买的迪奥口红好像落在你车上了，你帮我找找。是吗？也许落在后座了，待会儿我帮你看看。你干嘛呢？在外面陪客户吃饭。哦，那你忙吧，晚上早点休息，别太累了。你也是。董事长，你刚刚说什么证据？叶冰凌听得清清楚楚，这才知道那支口红跟他猜想的某些交易无关。他满脸通红的抓起酒瓶，一杯接一杯。董事长，你别喝了，差不多了。三想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陪我去见爱德华吗？因为我看到你的股票账户了，你炒股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我觉得你肯定懂投资。我家里的人都不希望我成功，想让我早点嫁人，我偏偏不，我想用我的能力证明。可公司最近遇到了麻烦，业绩不断下滑，我压力好大，我想用投资来扭转局面，可我不懂啊，家里人也不愿意帮我。平日里冷若冰川、惜字如金的叶冰凌，喝醉之后，把心里的秘密如同竹筒倒豆子一般，全都说了。果然，人人都有难念的经，叶冰凌这么优秀的女人也逃不过。董事长，叶冰凌，喂，这可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。三想只好背起叶冰凌，去了附近的酒店。三想，你个混蛋，居然敢对我做这种事！我怎么了？你昨晚对我干了什么？你昨晚喝醉了，我不知道你的住址，也打不开你的手机，只能把你背到这里开房休息。你送我来休息可以，可我的衣服是谁换的？你说衣服啊？是我请酒店服务员帮你换的，我怎么会干这种成人之危的事情？叶冰凌这才松了口气。还好，清白还在。来到车上，三想想起昨晚叶冰凌说的那些话，决定给他一点帮助。董事长，你最近是不是也在炒股啊？我最近有个看好的股票，要不要给你推荐一下？好啊，飞翔集成还不错，你可以入手一些。我感觉最晚下个月就会有一波行情。真的吗？要是不靠谱的话，我就扣你工资。你还是当我啥都没说吧。一进公司，三想就觉得气氛有些不对。老实交代，你跟董事长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海庄，今天早晨有人看到你和董事长从酒店一起出来，现在公司了都在说你是当朝驸马，都打算好好的溜须你呢。我不用说了，哥们为你感到骄傲。不过你也真是的，带董事长出去开房能不能大方点？你要是钱不够，哥们借你，等你真当上驸马再还我。好家伙，原来他把我当成了驸马爷。你说你都已经把董事长搞到手了，我可是你的好兄弟，你怎么也得给我安排个总监当当吧？别做梦了，赶紧回去工作。三乡兄弟，苟富贵，勿相忘。此时叶冰凌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她满脑子都是昨晚的事情。我昨晚不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吧？我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？再也不喝酒了。这时候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。唐诗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正在筹备新戏吗？我听说你谈恋爱了，过来审讯你。你听谁说的？我今天跟李军见面谈杂志封面的事情，他告诉我的。李军疯了吧？他说你男朋友是公司员工叶冰凌啊，叶冰凌，没想到你这个小兔子吃起窝边草来了。你说你是不是搞潜规则了？没有的事，还不承认。李军说那个人叫三想，你为了谈恋爱方便，特地把人调到隔壁。还有人看到你们两个今天早晨从酒店一起出来，
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叶冰凌越想越气，一拳敲在办公桌上。你这是干嘛？我又不是不让你谈恋爱，我就是怕你受骗上当，过来帮你把关。我真的没谈恋爱，我和三想，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。好，我相信你。你们虽然去开房了，也不代表什么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好了，我跟你说实话吧。叶冰凌把昨晚发生的事情原本地复述了一遍。你说他是个炒股高手，股票账户里有600多万，还把团购的前景看得很透彻。你都喝得不省人事了，他送你到酒店后什么都没做，他生理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你能不能不要那么龌龊？好了，我不逗你了，这男人还不错，挺适合你的。别胡说，我和他不可能的。这么好的男人你都不要，那介绍给我吧。他就在隔壁，你可以自己过去认识啊。你以为我不敢？说着就要开门去隔壁。快回来！哈，怕了。我们真没什么的，我都说了，我只是想跟他学股票投资。你看，这就是他推荐给我的股票。有这么厉害吗？我平时也研究股票的，怎么不知道飞翔集成有利好消息啊？我看你就是被恋爱冲昏了头脑。我哪有？干脆中午一起吃个饭，我替你考他，如果能够通过我的考试，我就相信你真的只是跟他学东西。那我问问他吧。中午高档餐厅内，三想看着对面的一线女星唐诗，心中很是惊喜。聊聊你的情况，你是海州本地人吗？我是云山县的，考上海州大学之后才过来这边。外地人啊，那以后有买房的打算吗？只有买了房子，才算真正的海州人。已经买了。多大平方的啊？大概3000平。你买的是住宅还是厂房啊？住宅，买了28套。冰凌，你这朋友还真是。算了，我听说你炒股很厉害。还可以吧。赚了多少钱啊？不问女人年龄，不问男人收入，这好像是很基本的社交礼仪吧。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，肯定是赔了很多钱，还买了3000平米的房子。你咋不说你把故宫买下来了呢？至于说炒股，肯定就是个骗子。算了，吃饭吧。就在这时，远航地产的经理袁凤走了过来。三小先生，袁经理，这么巧啊？是很巧啊，远远看着像您，过来一看果然是您。同事们听说我做了您的大单，非得让我请客。你们不是总跟我打听一口气买了2栋楼的大客户是什么样子吗？今天就看到了，这位就是三想先生，远航新院最大的业主。此话一出，众人一拥而上。三想先生您好，我是远航景院销售部的小陈，这是我的名片。三想先生，我是远航盛苑销售部的小刘，我们城苑以联排别墅为主。三想先生，我是远航新天地的，欢迎您来看房。三想手忙脚乱地接过名片，我回去研究研究，如果有兴趣会联络你们的。三小先生，那我们就不打扰您和朋友用餐了。众人离开后，三想才发现叶冰凌和唐诗正用古怪的目光盯着自己。三想，刚刚这些人都是干嘛的呀？都是卖房的。那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？我听他们说你是大客户。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买了28套房。真的假的呀？此时两女的脑子都乱哄哄的，还是有些不信。我还是怀疑这小子吹牛。待会儿回到公司，你配合我一起看看他的股票账户里到底有多少钱。回到公司，根据前世的记忆，接下来棉花价格会上演过山车一般的大幅度暴涨和暴跌。随即三想向期货账户里转入5000万元，同时启动了20倍杠杆。建仓完毕，三想起身出门去倒茶。他出去了，对。两人偷偷摸摸地钻进了隔壁。我替你望风，你看看他电脑。叶冰凌绕到办公桌后面，目光落在屏幕上，顿时愣住了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三想买了棉花期货5000万，还加了20倍杠杆。神呢？真的假的？唐诗也顾不得望风了，冲过去，他也傻了，他一定是疯了。三想回到办公室，奇怪，我记得我关门了的。转眼到了下班时间，三想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，叶冰凌和唐诗进来了。董事长，有事吗？三想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下午我们偷偷进了你的办公室，看了你的电脑，你买棉花期货的事情，我们知道了。看来下次离开办公室的时候，可得把门锁好。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，居然投那么多钱，还用了20倍杠杆。你难道不知道这么做的风险吗？只要一个小波动，你就有可能血本无归。我知道，你还敢这么做，你一定是疯了。冰凌，咱们走，不管他，等他亏光就知道风险了。谁说我亏了？交易所刚结算完毕，你们要不要看看我今天的战果？叶冰凌和唐诗对望一眼，走过来看向电脑屏幕。900万。在他们的注视下，三想轻点鼠标，把900万盈利又投入进去。你干嘛？你都赚了这么多了，见好就收吧。才900万，早着呢。今天只是刚开始，棉花的行情会一直持续到明年，到时候我自然会收手的。明年一天就赚了900万，这要是一直赚到明年，得赚多少钱啊？月薪只有3700的他，直接把老板气出了内分泌。你还知道回来啊？唐小姐，你不是个演员吗？
难道最近没戏拍吗？为什么天天都泡在我们公司啊？我当然有戏拍，再有1个多月就开机了。等等，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？你知道呢？冰凌生了你1下午的闷气，为什么生气？还不是因为你旷工。我请假了，他没批准啊。那就扣我工资吧。扣工资？美的你，我看你这回要倒霉了。随后，三想忐忑地走进叶冰凌的办公室，果然见他含着脸。董事长，下午的事情。叶冰凌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。文案呢？什么文案？我们公司刚和亲亲爱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，需要一揽子的宣传策划。你作为文案负责人，理应拿出作品来。我问你，文案呢？昨天才签的协议。我不管是哪天签的协议，如果客户今天就要文案，你拿得出来吗？你什么你？如果你写好了文案，别说旷工了，就算你1个星期不出现，我也不会说什么。可你完成了吗？三想叹了口气，叶冰凌暗喜，以为他要低头认错了，谁知三想变戏法似的从背后拿出个文件。董事长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文案就在这里。这星期我是不是不用来上班了？叶冰凌瞪大眼睛，满脸的难以置信。董事长，文案放这里了，你慢慢看。我要下班了，有什么问题明天聊。说完就溜了。刚到家，老妈就打来了电话。妈，想我了。你有什么好想的？我现在只想抱孙子，不然整天打麻将，无聊死了。那个，妈，我还年轻。你都25了，还年轻什么？我25的时候，你都能打酱油了。年代不一样了。少废话，我托你表姐给你介绍了个姑娘，约在今晚见面。你现在马上过去。我可警告你呀，必须得好好跟人家姑娘相处，否则今年过年就不要回家了。老妈的电话刚挂断，表姐的短信紧随而来。三想，我给你发个地址，现在就过来，记得打扮的帅气点。表姐，你还比我大1岁呢，为什么舅舅舅妈不催你结婚？可能你们家有皇位要继承，才这么急让你结婚生孩子。表姐，今天这是你帮我混过去，改天我请你吃必胜客。没问题。一言为定，有了表姐这个内应，老妈那边应该可以很容易蒙混过去。其实我今天给你介绍这个姑娘，人挺优秀的。我现在以事业为重，暂时不想考虑爱情。就你那个广告公司的破工作，1个月才赚3000多，算什么事业啊？要我说啊，你赶紧辞职，来我们公司上班，不但赚得多，年轻姑娘也多。算了吧，我最近很受董事长的器重。是吗？给你涨工资啦？那倒没有。那有什么用？别听老板给你画大饼，只有吃进肚子的饼才是真的。两人正聊着时，一个打扮很哇塞的女孩走了过来。古欣，你来了。宋姐，刚刚路上有点堵，来晚了，不好意思。你好，我是三想。你好，我是古欣。入座后，两人便正式进入了相亲环节。我年纪也不小了，相亲就是奔着结婚的目的来的。你的个人情况我也了解了一些，基本符合我的要求，但是我还有一些事情要提前说清楚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彼此有什么条件都可以敞开说，合得来就处，合不来就当多认识个朋友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，我以后是要定居在海州的，所以希望结婚对象能够在海州买房。全款买房的确有点困难，但是首付应该没问题。三想，你表个态啊？没问题。能冒昧的问一句，你目前的工资是多少吗？我工资3700。我听宋姐说，你都毕业1年了，怎么工资才这么点？我那是个小广告公司，老板又心黑，所以赚的少。目前海州内环边缘的房子，每平米大概14000元了，你的工资3700，你觉得这个收入水平够吗？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。别，三想虽然现在赚的少，可只要再奋斗几年，月薪很容易就过万了。三想，那你对未来有什么想法呢？有没有打算换个工资高一点的工作？我暂时没有跳槽的打算。难道你打算一直拿3700吗？如你所说，你的公司那么小，老板又心黑，月薪过万遥遥无期啊。其实我不用说了，等会儿我闺蜜过来，他们地产销售部最近正在招人，你投个简历吧。如果你能够在半年内工资涨到5000以上，我就给你个机会。这个我暂时还没换工作的打算。你先别急着拒绝，知道吗？我闺蜜前几天做的一单，拿到10几万提成，这种收入难道不比你在广告公司拿死工资更好吗？10几万？你说的是那个吗？宋姐也听说了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当然听说了。你说有钱人也真是奇怪啊，买房子比买白菜都痛快。三想，你和我都是普通人家出身的孩子，你如果能跟我一起努力，我才会接受你，不然我们还是就此打住，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。你说的很好，真可惜没有早点认识你。现在也不晚，如果你真想加入房地产行业，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些建议。正说着，有人四处打量着走进了咖啡馆。白兰这边，这姑娘不是远航新苑的售楼小姐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啊。三想先生，你们认识？他就是。我们以前在一个公关活动上见过。没错，我们是活动的时候认识的。
既然你们认识就太好了。古仙，三想就是你的相亲对象，你们聊得怎么样了？我还要考察他。还要考察？这种年少多金的土豪，打着灯笼都找不着，还考察什么啊？三想现在的工作赚得太少，根本买不起海州的房子。你们公司不是正在招人吗？能不能把三想招进去？古欣的要求也太高了吧？能一下子拿出几千万首付买下2栋楼的人，也属于赚的少吗？再说，招三想进我们公司干嘛？当业主委员会的会长吗？白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却发现三想冲他挤了挤眼。好啊，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。多谢你了，三想，这是我好不容易帮你争取的机会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。如果半年内你能达到我的要求，我就和你谈朋友。谢谢，我一定努力工作，不给你丢脸。只因我毕业2年半还没对象，父母便急着给我安排相亲。三想，如果半年内你能达到我的要求，我就和你谈朋友。我一定努力工作，不给你丢脸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还要回去复习会计师考试的资料，就先走了。我送你吧。不必了，我家就在附近，宋姐和白兰的家比较远，你还是送他们吧，我们改天再约时间见面。古欣走后，宋杰瞄了眼三想，又瞄了眼白兰。哎呀，忽然想起来公司还有点事，你送白兰吧，我先走了。说完一溜烟的也跑了。三想先生，我今天没影响到你吧？你说古欣啊？没有，我本来不想相亲，可拗不过我妈，过来应付一下差事。其实古欣人挺好的，上进心特别强。我看得出来，可惜不适合我。两人聊着聊着，白兰的手机响起。三想先生，售楼处临时有事，我得马上回去。那我送你吧，正好我想再看看你们楼盘的别墅。你还要买别墅啊？以后我父母搬来海州的话，他们住惯了平房，不喜欢高层，就给他们买个别墅凑合吧。有钱真好，别墅都只能算凑合。此时售楼处，一对年轻情侣正在沙盘前观看。王旦、赵凯，你们好啊！巴兰，好久不见啊！你们急着叫我过来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和赵凯打算买房子，听说你在这里卖楼，特地过来请你给我们推荐一下。你们赚大钱啦？不是我们了，是赵凯的爸爸这2年包工程赚了点钱，就要给我们在海州买个房子安定下来。好羡慕你啊！才1栋房子而已，没什么了。倒是你，听说这2年也混得不错啊，在海州买房了吗？我还没买。你怎么还没买房啊？这还用问吗？肯定是很想买啊，还不是因为买不起，我还在攒首付呢。我还以为你早就买房了呢。不过海州房价这么高，买不起也正常。这姑娘不像是来买房的，倒像是来炫耀的。赵凯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我记得你高中的时候还暗恋过白兰。你总提小时候的事情干嘛？小时候的感情才纯粹呢，不用考虑家庭条件，也不用考虑工作，只要喜欢就够了。不过我都没放在心上，你紧张什么啊？难道你现在还喜欢白兰？那个，要不你们再研究一下，我朋友正好也要买房，我先给他介绍一下。喂，这么年轻就要买房，那白兰你可要好好把握，别像错过我们家赵凯似的，又错过一个好男人啊！幸好白兰当年没看中你家赵凯，不然也碰不到我这个绝世好男人了。你说你是绝世好男人，不知道怎么个好法？难道比我家赵凯更好吗？我好不好，白兰知道就够了，不必跟你们说。那我倒要看看绝世好男人到底买不买得起房。三想懒得搭理他，直接和白兰去了一旁。赵凯，看到你魂牵梦萦的女神跟别的男人在一起，心里什么滋味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胡说八道。前几天你说梦话喊白兰的名字，我都录下来了，你还不承认吗？我就是梦见她了，能说明什么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小心思，你这些年根本就一直没忘了她，不然我怎么一说来找白兰买房，你屁颠屁颠的就答应了？我以为你真的要买房。喂，当然买了，不过不能在白兰手里买，我才不会让她赚提成呢。白兰，我就决定在这边买了，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大笔钱，所以我想直接找你们经理买，让他给我们一个大点的折扣。没问题，我帮你联络原经理。真是不好意思了，让你白跑一趟。没关系，反正我朋友也要买房。是吗？打算买哪栋啊？我还在考虑。那就慢慢考虑吧，毕竟买房是一件大事，要是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个不合心意的房子，那可就糟心了。三想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我看出来了，他今天就是来示威的，这也没办法，都是你太漂亮惹的祸。这时，一群人走进售楼处，为首的中年男人一进来就东张西望。薛总怎么来了？咱们也太有面子了，薛总亲自来接待。薛总亲自出面，不得给个大折扣啊？别愣着了，先打招呼啊。薛总，我们就买一个小房子而已，居然还劳动您的大驾，真是太客气了。你们2位是？薛总，我叫赵凯，我爸爸是凯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。 2位如果要谈合作的话，去找工程部；要买房的话，直接问售楼小姐。说完，直接越过2人，朝三想走去。怎么回事？薛总不是来接待我们的，那他来干嘛？三想先生你好，我是薛显贵，我正好在视察这边的楼盘，听说你这位大客户来了，特地过来拜会。薛总客气了，
三想先生上次来给我们远航星院送了一扇大生意，今天又有什么指教啊？打算给我父母买栋别墅。哈哈，三想先生这么孝顺，我必须得支持。今天你不管买哪一栋，我都拍板给你市场最低价。薛总此话当真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就盼着你不客气呢，你越是不客气，我就赚得越多呀。那好，刚刚白兰说9号别墅位置最好，我觉得不错，所以我自己留一栋，再买一栋，以备有些亲戚来海州串门，正好把那一排都买了。你的意思是买3栋？没错，8号、9号和10号我全都要了。真能吹牛，这是买房子，又不是买白菜，而且这是别墅啊！他一定是为了在白兰面前逞能。没错，白兰一个卖楼的，怎么可能认识这么有钱的朋友？三想先生每次来果然都能带来惊喜，你这么爽快，我也不能输给你。85折怎么样？3栋别墅将近3000万，薛显贵张口就给打了85折，直接打下去一套洋房的价格。多谢薛总。你是我的财神爷，我得谢谢你才对。手续让下面的人去办，咱们去喝杯茶。没问题。对了，房价可以打折，提成可不能打折呀。三想先生，你放心，提成肯定不会打折的。这回你的首付应该攒够了吧？此时白兰激动的浑身在发抖，上次提成他分到了10几万，加上这次他不但攒够了首付，还余出了简单装修的费用。你就是白兰，小姑娘不错，很有能力，明天到集团人事部给你安排个新岗位。谢谢薛总。三想先生年少有为，不知是做哪一行的？我是做投资的。我已深入局拿下房产承包权，三想新公司正式成立。三想先生年少有为，不知是做哪一行的？我是做投资的。主要投资哪一方面的？股票、外汇、期货、实业，只要能赚钱，我全都有所涉猎。果然英雄出少年，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还在工地上搬砖呢。薛总说笑了，你白手起家的故事我也有所耳闻，能从包工头发展成地产上市公司总裁，我要向你学习的地方有很多呢。没想到三想先生还挺了解我，看来平时没少关注房地产市场。房地产这种暴利行业，我当然会更加关注一点。房地产现在很难做，不瞒你说，我去年新开发的远航星苑和远航新天地销售情况都不太理想。远航星苑好在有你这位大豪客，替我解决了不少问题，但新天地那边还是没有起色，我正发愁呢。远航新天地那里现在属于城乡结合部，但是在明年5、6月份，海州更改了原本的地铁规划，在远航新天地附近增设地铁站，直接带动整个地块蓬勃起飞，这是个赚大钱的好机会啊！三想先生，你有没有兴趣投资房地产呢？薛总缺资金了，做我们这一行的永远都缺钱。你需要多少钱？多多益善。我可以给你投资，但我有个条件。请说。我要包下远航新天地的销售权，1年之内全部回款。三想先生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薛总觉得我会开这种玩笑吗？如果是真的，我可以给你最优惠的条件。那我们就深入的谈一谈吧。于是两人聊了999分钟，大致的合作意向已经谈得差不多了，剩下的就是签合同。三想先生，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。一定会很愉快的。三想走出办公室，发现白兰正在等他。你和薛总谈什么了？聊了聊合作的事情。合作？薛显贵可是高高在上的大老板，三想跟他谈的合作，至少也得几千万上亿吧？对了，我有个问题问你。你说。如果我想请你为我工作，你有没有兴趣？你要我做什么？我什么都不会，只会卖楼啊。没错呀，我就是要你卖楼。我把远航新天地包下来了，准备大干一场，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兴趣帮我？白兰懵逼了，他没想到三想把整个小区全都包了下来。不用急着回答我，先回去好好睡一觉，再好好考虑一下，我这边随时欢迎你。第二天，三想上班又迟到了。三想，到我办公室来一趟，你解释一下吧，为什么迟到？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有点才华，搞定了亲戚爱的文案就了不起了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开除你？董事长，你可冤枉我了，我是为了公司才迟到的。那你倒说说看，你是怎么为了公司才迟到的？今天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，我绝对不会再纵容你了。这是我昨天替公司谈好的一个项目，就是为了这份合同，我昨晚一直工作到凌晨4点多才睡觉，所以才会迟到。我记得你是设计部的，什么时候干起销售部的工作了？设计部就不能谈项目了？所谓能者多劳，我这么优秀的员工可不多了，要不你给我开2份工资？叶冰凌强压着内心的怒火，看了一下文件，然后他就呆住了。三想，这是真的吗？远航地产居然要跟我们合作？千真万确。你是怎么拿到这个单子的？我昨天去远航新苑买房，碰到了薛显贵，和他聊得很投机，顺手就把这个单子谈下来了。又去买房了，碰到薛显贵还聊得很投机，还顺便就谈成了？你当我是3岁小孩子吗？三想，你不是买过房了吗？怎么又去买房？前几天买的是洋房，用来投资的。昨天去买的3栋别墅，准备给我父母住。3栋？你父母住得过来吗？1栋给他们住，1栋我住，1栋给来海州串门的亲戚朋友住。那你怎么碰到薛显贵的？他正好在附近，听说我在看房，就来打个招呼。他专门来跟你打招呼？很奇怪嘛，如果有人跟咱们广告公司签个几千万的大单，你肯定也会特地去打个招呼吧？
叶冰凌一想，是这么个道理。总之，迟到的事情就算了，这份功劳我也记下来了。可是我昨晚没睡好。这几天你好好休息，想来上班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，只要把远航地产那边对接好就可以了。那就多谢董事长了，我先回家睡一觉。三想没有回家，而是直奔越发行，找到了他的专属理财顾问陈青莲。陈姐，我想注册个销售公司，还需要管理销售法务人事方面的人才。你这是要做大事业啊？我打算和远航地产合作，需要成立公司对接，越快越好。接着三想把自己报销远航新天地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你要报销的远航新天地，那里位置太偏了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怎么，对我没信心吗？我既然敢包下来，自然是有一套计划的。好吧，可你为什么不收购一家现成的销售公司呢？只要办理转让就可以，证照不需要重新办理，还有现成的销售团队。那陈姐，你有资源吗？我有个朋友，他认识的一个老板正打算转让公司，你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联系。好，你尽快安排。果然在陈青莲的帮助下，三想很快就收购了一家公司。我今天第一天接手，很清楚公司现在遇到了不小的困难，之前有一些员工离开了，留下来的都是对公司有感情的骨干。我承诺诸位，之前的各种福利待遇只会更好。接下来公司会有一个很大的项目，我希望大家振作精神，重新出发，一起前进。一番动员结束后，三想回到了办公室，还不肯坐稳，一个员工就敲门进来，一开口就要说辞职。之前公司艰难的时候，你一直留下来，我刚接手公司正要有起色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辞职呢？哼，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，你太年轻了，我可信不过。行，你走吧，走了不要后悔啊。接了这么个烂摊子，我看后悔的是你才对。辞职的员工走后，三想看到陈青莲脸色有点难看。青莲姐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我有点后悔介绍你收购这个公司了。我只是要个壳子而已，这个公司的资产和人员我并没有放在眼里，重要的是我脑袋里的东西，不是其他。青莲姐，你要相信我。你真的有把握？如果销售情况不好，你在我们银行存的那些钱全都赔进去也不够啊。我这个人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情，给我3天时间整顿一下公司内部，然后就开始。为了让新公司重振雄风，我找到了将来会震惊世界的新郎基博。三想先生，你这个合作项目我有点没看懂，你的意思是你在基博上搞活动，却不给我们任何费用，还要基博免费给你引流，你是不是不太清楚目前的行情了？看来苏主管的确没看懂。三想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质疑我的专业水准？我承认你这个方案不错，可我们公司是有规章制度的，如果你想在基博上做活动，就必须遵守我们的规则，支付应有的费用，不然的话，我也只能说抱歉了。好吧，既然新浪基博没兴趣，我去找天鹅微博吧，或许他们会感兴趣的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美美走了进来。马总，你是不是很困惑，在想我是谁？请问你是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马文轩，是新浪公司海州分公司副总经理，负责媒体推广宣发外联工作。我父亲是马少天。原来是马爷的女儿，幸会幸会。三想先生，你怎么会在这儿谈业务吗？是啊，我来给你们公司送大礼。什么大礼？我包下了一个小区的销售权，想和基博搞个联合推广活动。我做了个方案，可以达到双赢的目的。刚刚才给苏主管过目。是吗？苏主管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还在考虑这个方案的可行性，要不马总帮我看一看？好啊，那我就看看，也学习一下。马文轩拿过策划方案，认真的翻阅起来，他是越看越心惊。这是房地产推广方案，还可以这么搞，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啊？他可以想象得到，当这个项目发布的时候，会引发多么轰动的效应，甚至有可能帮助基博提前完成1亿用户的小目标。三想先生，这份方案是你做的？是的。太精彩了！这个项目如果可以做出来，肯定能够在基博的发展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。马总过奖了。苏主管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整个项目的确有非常强的可执行性，前景也非常可观。唯一的问题是费用方面不合理，咱们公司从来没有过这种先例。如果能够在费用方面达成一致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可以做的。三想，你是怎么想？这个项目我1分钱推广费都不打算付，还希望基博免费为我引流100万粉丝。如果贵方觉得无法接受，我也只能表示遗憾了。你这是威胁我吗？我之所以带着方案第一个来新浪，是看中了贵方的流量效应。当然，我也可以去狐狸或者天鹅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敢这么赤裸裸的威胁我们马总？马总应该看得出来，这个项目的推进不仅仅是给远航新天地打广告，也同样帮助新浪引来巨大的流量。在这个流量为王，流量就是钱的时代，我希望贵方的目光能够放得长远一些。这个项目也未必一定要跟你合作，我们找个其他公司，一定愿意多出点钱做个类似的活动出来。太不要脸了！我以为银行是世界上最不要脸的行业，没想到互联网企业更不要脸。好啊，这个方案免费赠送给贵公司了，还好我藏了几手，希望可以跟你们打个擂台，看看哪一家的效果更好。
随后三想起身，丝毫没有留恋的往外走去。别急啊，我还有话没说完呢。马总还要说什么？这样吧，项目方案我再研究一下，最迟今晚下班之前，我给你确切的答复。好，我给马总1下午的时间，5点钟我要结果。三想，你就不怕马总把你的项目剽窃去？他要抄就抄呗，最多只能抄到皮毛，抄不到精髓。那我们现在去干嘛？先去喝杯咖啡，再看看股市，等5点喽。就不用再联络一下天鹅和狐狸的人吗？不必了，那都是乌合之众，只有新朗才能一统天下。这个项目必须在新朗做。那你还提出那么苛刻的条件，要不就给新朗一些推广费用吧？美的他们，我这是帮他们加速发展壮大，没让他们赞助一笔就不错了。随后两人找了个附近的咖啡厅。你最近收益怎么样啊？赚了几千万吧。几千万？你是怎么赚的？国内股票赚了100多万，美股赚了几百万，期货赚了2000多万。陈青莲懵逼了，甚至有点怀疑人生。时间很快到了下午5点。三想，公司上层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，也愿意改变规则。可是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推进和本公司的利益，我们需要你签一个对赌协议。请说。按照你的方案，推广期为1个月，一共4轮，公司会全力配合你做好每一轮的推广，但你必须要保证每一轮次吸引的流量达到预期目标。如果无法达到，贵公司就要支付一定的费用。可以，我现在就可以签。马文轩一喜，立刻递来早就准备好的合同。等签完合同，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。三想先生，最近有个拍卖会的东西我很感兴趣，有些吃不准真伪，想请你帮忙长长眼。什么？找我长眼？我父亲说你的眼光比很多大师都厉害。说着，马文轩就取来了那幅画。马总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上次在你父亲的拍卖会上捡漏，只是运气好，不是真的懂行。这种事你找我，那是找错人了。是吗？可是金文山先生说，天底下没有那么巧的事情。没想到自己已经那么小心，居然还是被人看穿了。你就费点心，帮我看看吧。三想只能装模作样的捧起画册看，这一看他就愣住了。怎么会这么巧？前世这幅画的真伪曾经闹出过不小的笑话。怎么样？这幅人民的水果是唐奇先生的画作，5.6平尺，是从画家本人手中得到的，底价14万，我觉得20万以内就能拿下。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？当然是真话。那就别买，这幅画有问题。怎么会有问题？拍卖公司的公信力一直都很不错的，如果画有问题，根本不可能上拍。唐奇一共画过3幅人民的水果，一幅流了出去，一幅在金门博物馆，一幅就在海州博物馆。我看过海州博物馆那幅，和这幅的风格色彩非常相似，只是细节上稍有不同。我做了研究，认为这就是那幅流出的画，才想买下来。不可能，唐奇画的3幅画全都是18平尺。金大师说的果然没错，你真是扮猪吃虎。上当了，这女人太狡猾了，她根本不是来请教的，她是来试探的。那天拍卖会上，你真的看出春江花月的问题了？那个马总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回家了。说完一溜烟跑了。马总，这个项目全力去做，这个项目做好了，年底你我都能再进一步。你中风了？嘿，你嘴了就没有好话。昨天你一整天都没来公司，干嘛去了？跑业务去了。昨天董事长一整天心情都不好，骂了好多人，所以你以后千万不要再旷工了，不然大家真的扛不住啊。三想还以为胖子太夸张，结果才走到办公室门口，叶冰凌就面沉如水的走出来。三想，你昨天干嘛去了？董事长，不是你说让我负责新项目吗？我昨天去跑项目了。有什么结果吗？幸不辱命，我把新朗基博谈下来了。等他看完合同，更震惊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新朗基博不要钱，来给我们做推广。当然是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告诉他们合则两利，分则两伤。新朗基博的负责人马总一下子就发现这个项目的潜力，就跟我签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对了，我今天要去和远航新天地的代理公司谈合同，那边的老板挺难缠，可能要多耗费点时间。你尽管去吧，不要有任何顾虑，不管对方提出什么条件，公司和我都是你坚强的后盾。如果有业务费用，我是说要有那种不能开发票的费用呢。对方的费用可以报销，你的费用自己掏。上午10点，三想来到新公司。我看啊，有门路的就赶紧走吧，这公司迟早完蛋。昨天小许刚辞职，就去了恒远地产，听说1个月光底薪就4000。新老板年纪轻轻，估计是拿咱们练手的。你看看，这都几点了，人还没来呢。要不是还着房贷，我早不干了。看来新锐衰败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，对待这些人得用些手段才行。罗在哪？我宣布一下接下来的工作计划。这是远航新天地的包销合同，从今天开始的1年时间内，我们新锐公司将会承担这个小区的销售任务。随后三想把文件分发了下去，众人是越看心越凉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好楼盘，感情是在那么远的地方啊。也对啊，如果是不愁卖的楼盘，远航凭什么包销？自己赚大钱不好吗？
所以说这份包销合同看起来是个机会，其实就是个坑。大家看的差不多了吧？待会儿我们就集体出发，去远航新天地的售楼处看一看，做好销售准备。还有关于售楼的提成奖金，我会做一个详细的列表，只要你们努力卖房，每个人都会获得应有的回报。随后三享雇了一辆中巴，载着公司所有人，浩浩荡荡地朝着远航新天地驶去。欢迎新老板的到来，请您放心，未来的1年里，我们会全力以赴配合您的工作，一定要让远航新天地的销售更上一个台阶。是吗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这栋楼一共卖出去了几户？王经理，我觉得新天地这份工作不适合你，你可以收拾东西回远航了，让他们给你安排个新工作吧。老板，之前我的工作的确没做到位，你就再给我一个机会吧，我一定兢兢业业，别让我回集团，太丢人了。留下也行，但售楼处经理我已经有人选了，如果你要留下，就得从基层做起。你考虑一下吧。今天有3项工作：第一，打扫卫生，明天开始售楼处要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对外；第二，完善规章，所有奖惩严格执行，有功必赏，有过必罚；第三，熟悉团队，售楼处和新锐公司合二为一，不分彼此，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。一天忙下来，三享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尽头。别人重生都是醉卧美人膝，行掌天下权，我怎么累得跟狗一样？正准备回家，陈青莲来了个电话：三享，你能来我家一趟吗？怎么了？我想搬出去，我前夫刘杰就发疯了，他在乱砸东西，我躲在房间里不敢出去。要报警吗？我不想惊动警察，你来接我可以吗？你别挂电话，我马上就到。开门，刘杰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开门。我就知道是你，怎么急着接陈青莲回家搞破鞋啊？你少胡说八道，让开！你小子勾引我老婆，还有理了？你是不是以为有钱了不起，就能破坏我们的感情？放屁！陈青莲早就和你离婚了，她愿意跟着谁都是她的自由，跟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敢进来试试，老子开了你的瓢！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老子有的是钱，你碰掉我一根毫毛，我就弄死你！果然在金钱的威胁下，震慑住了刘杰。现在去哪儿？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个小房子。随即三享开着车到了陈青莲租房的地方。你租在这里啊？这边离银行近，房租也便宜。不行，这里又脏又乱，你经常加班很晚回来，遇到危险怎么办？陈青莲还想说什么，三享已经发动汽车走了。你告诉房东不租了，今天先住我呢。就这样，三享带着陈青莲回了自己的家。第二天一早，三享来到客厅，发现桌上摆着一份早餐，还有一张纸条。谢谢你的收留，我会尽快找房子的。我先去上班了，给你做了份早餐，别嫌弃。这女人还挺贤惠。吃饱喝足后，三享来到茂源广告。诸位，公司这回接到的项目非常重要，关系到我们茂源广告日后的发展。李军总监，我要求你亲自监督，今天就把远航新天地的所有宣传物料准备出来。宣传方面具体有什么要求吗？主体可以借鉴一下这些，但要突出2点：一是环境，二是潜力。我不管你们怎么写，但一定要吹得天花乱坠。可是潜力方面总不能凭空捏造吧？我做过调查，那边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呢。如果每一件商品都要如实宣传，我们广告公司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我要你们画大饼，你们就往大了画，随便吹，出了问题我负责。那我们吹吹试试吧。紧接着，三享又来到了远航新天地。我现在任命你为售楼部经理，有个关键任务需要你来推进。你说，我们的第一批目标客户是政府部门的公务员、医生、老师，对这些客户可以允诺高折扣或者减免物业费、停车费的优惠政策，只要他们愿意来看房，可以派车接送，或者补贴车费和赠送礼物。总之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都要拉他们过来。这些客户对于小区位置的要求比较高，恐怕不会看中远航新天地吧？为什么要主打他们？我知道，我本来也没打算卖房给他们。那你是？接下来最主要的是，当有大批看房客涌入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有意无意地透露出这些客户的身份，造成附近即将搬迁过来医院、学校，甚至新建大学城的印象。啊，这好像是涉嫌虚假宣传吧？现在的确是虚假宣传，但半年后就不是了。新规划一出，何止是医院、学校、大学城啊，各种商业配套也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，到时候所有买房子的人都会感谢我。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。好了，我会照做的。不过什么时候能有大批看房客啊？很快了。周末第一波宣传攻势就会启动，你最好提前做好准备，不然我怕忙不过来。月薪只有3700的我，想要投资娱乐圈，却遭到了大佬们的疯狂嘲讽。三享，我待会儿有个饭局，你陪我一起吧。可我手头还有点活，放到明天再做吧。我又看上了一个投资项目，你帮我把关。怎么你命中缺坑了？跳起来没完没了。是唐师介绍的，我怎么也得去看看。冰凌，你怎么才来啊？爷，你把三享带来干嘛？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想让三享帮我把关。好吧，不过待会儿三享你多观察少说话，有什么话等聚餐结束再说，千万别得罪了人。明白。
今晚见的都是剧组的人，有个叫边哥的，听说从92年就开始炒股，有10几亿身家呢。炒股赚了10几亿，好厉害啊！剧组一共还有2000万的缺口，主要还是希望边哥能投。待会儿你进去之后，找机会跟边哥搭话，看能不能搭上他这波，跟着投一点。你们这部剧真的能火吗？当然了，有我这个大美女当主演，怎么可能不火？如果是唐诗主演的这部《步步为营》拉投资的话，倒是可以投一点，毕竟这部剧收视率惊人，而且获奖无数，投资人更是赚了盆满钵满。蔡姐，边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朋友猫园广告董事长叶冰凌，他也有兴趣投资咱们这部戏。这位就是叶小姐吧？我听唐诗提过你很多次，没想到这么漂亮，比我们公司很多女演员都漂亮多了。叶小姐你好，鄙人边远人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叶冰凌接过名片，感觉沉甸甸的。这是镀金的，一张成本就要500多元，不是特别重要的朋友，我是不会给的。叶冰凌在看名片时，密密麻麻几十个会长、顾问、名誉主席的头衔，就像是看到一个手腕上戴满手表、到处炫耀的暴发户。原来是边总，幸会幸会。众人落座后，蔡纯率先开口道：“叶小姐想要投资我们这部戏吗？”我听唐诗说，这部戏的编导演都在水准之上，还没开拍已经被芒果台预定，很有投资前景。我最近正好想要开拓一下业务，所以有这方面的意向。我们的确有一些资金缺口，如果叶小姐能够鼎力相助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蔡制片，刚刚我不是说了吗？投资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了。叶小姐，你大概还不知道，我刚成立了个影视公司，准备3年内投资100部电视剧，进军奥斯卡。此话一出，全场鸦雀无声，没有人敢提醒边远人。奥斯卡是电影奖项，而边远人没有得到应有的热烈反应，以为火候还不够，继续胡吹起来。不就是区2000万吗？对我来说，就是一个涨停的事。电视剧这种东西，来钱太慢了，要说赚钱快，还得是炒股。你们如果手里有闲钱，可以投到我的公司来，我帮你们投资，不出1年就能翻倍。边远人夸夸其谈，众人也只能点头附和，唯有三想在那猛吃。边远人看到后，顿时不爽了。叶小姐，这是谁啊？你的员工吗？他是我的朋友。你们这位朋友似乎没见过什么世面啊，参加这么高端的局，只顾着埋头吃饭。边总，请你说话不要太过分。叶小姐，不是我多嘴，出来谈事情，一定不要带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人，太影响你的身份了。哼，带什么人是我的事情，不需要边总操心。闻言，边远人脸色一沉，蔡纯见势不妙，赶紧转移话题。边总，咱们继续聊投资的事情吧。这2000万的投资什么时候能到账啊？我的资金都放在股票市场上，等下个星期我出手一部分股票，就可以给你投钱了。太感谢边总了，来，我敬您一杯。等等，我投钱是有条件的。当时你是这部戏的女主角，上映之后肯定会大红大紫的，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啊？我当然是心里感谢了，我会永远记得边总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。只是心里感谢，那太虚了，我要实际点的感谢。这样吧，你陪我喝个交杯酒吧，喝1杯我就投1000万，喝2杯我就投2000万，上不封顶，怎么样？边总，不要以为有几个钱就可以羞辱人，唐诗不会答应这种条件的。不答应的话，那就1分钱投资都没有。你不投资，我来投。蔡制片，我愿意无条件投资500万。叶冰凌刚说完，蔡纯就露出为难之色。500万不够啊！叶小姐，你摆出这么大的架子，原来只拿得出500万啊！叶冰凌一时间也有点尴尬，她确实只有500万，再多的话就会影响到茂源广告的运营。蔡制片，唐诗，我只给你们3分钟时间考虑，是陪我2杯酒换2000万，还是拿叶小姐的500万？你们自己选择吧。蔡纯求助的看向唐诗，唐诗也在犹豫。剧组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，只差2000万就能启动。就在唐诗准备豁出去的时候，三想终于吃饱了。不就2000万吗？我投了。边远人闻言，顿时捂着肚子哈哈大笑起来。就你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土逼呀，能拿得出2000万，我就把桌上的盘子全都吃了。那个，等明天我卖出几只股票，2000万随时就能到账。这是边远人刚说过的话，三想就借用了过来。敢学我，小子，你会炒股吗？我炒股赚大钱的时候，你还在穿开裆裤呢。谁说三想不会炒股？他赚了很多呢。很多？有多少？够今天这顿饭钱吗？三想赚的钱能吓死你。他前几天还给我介绍了一只股票，叫飞翔集成，我就偷偷买了100手。飞翔集成，边远人就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。幸亏你买的少，不然连裤衩子都得亏掉。唐诗听完吓了一跳。飞翔集成是著名的垃圾股，最近3年亏了2年，主要产业已经快死透了，债务大的惊人。这种时候敢买飞翔集成，你真是不怕死啊？不会吧？那我投的几万块钱，岂不是要亏了？明早开盘赶紧抛掉吧，小亏10%都算你运气好，抛晚了的话，我怕你被套牢。唐诗，不要抛，我相信三想，我也买了1000手，我不会抛。
你不是说三响是瞎玩的吗？原来你也买了。看不出来啊，叶冰凌这种冰山女神也搞表面上云淡风轻，暗地里偷偷建仓的一套，而且买了1000手。董事长，你终于做对了一次投资选择。你们不信我这个股市老手，相信这种嘴上没毛的小子，我看你们是疯了。行，我就看他什么时候能赚出2000万。边总，你消消气。这样吧，我陪你喝交杯酒，一定喝到你满意为止，好不好？哼，蔡制片，你虽然也挺好看，可你都40多岁了吧？我喜欢唐诗和叶小姐这样年轻漂亮的。蔡纯听完顿时脸都黑了。我可以再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不过唐诗必须给我道歉。至于这小子，让他滚蛋。唐诗，你看，如果三想走的话，我也走。你不想演这部戏了？我想演，可我不能为了一部戏出卖自己的尊严。只是喝杯酒而已。蔡制片，我的2000万明天就会到账。三响先生，你别开玩笑了。我从来不开这种玩笑。对了，你们现在可以看看股市公告，一定会很惊讶的。众人疑惑地打开手机，登录国内股市网站，果然看到了几条新发的公告。飞翔集成重组了，这是超级重大的利好消息啊！真的假的？那岂不是说我能赚很多钱？怎么可能？飞翔集成怎么可能突然重组？这是假新闻吧？你脑袋绣球了吧？官方网站怎么可能有假新闻？哼，不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就不信你一只股票能赚2000万。谁告诉你我只买了一只股票的？蔡制片，美元可以，我每股赚了几百万美元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给你转350万美元。好，可以的。既然这样，无关人员就请离开吧，我们要商量事情了。边缘人知道自己再留下来只会是个笑柄，只好灰溜溜的走了。三响先生，刚刚真的对不起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把你当成叶小姐的员工了。其实你们没看错，我的确是叶总的员工，目前在茂源广告担任策划师。茂源广告这实力深不可测啊，随便一个策划师都能拿出2000万投资电视剧。不过叶小姐刚刚不是说只能拿出500万吗？三响是我们公司的优秀员工，比我这个董事长厉害多了。经过2个半小时的深入交流，把蔡制片也送走了。三响，今天多亏你了，如果不是你，不知道姓边的还会怎么羞辱人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如果你想感谢我的话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你想干嘛？我警告你啊，不要以为有几个钱就能潜规则。董事长，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种人吗？好了，边林，你不要这么敏感。三响，你要我怎么感谢你？我们公司最近代理了一个楼盘的宣传，你有没有兴趣做个代言？代言楼盘？是远航旗下的小区，建造设计都不错，内部环境有江南水乡的感觉，和你的气质比较类似，你愿不愿意赚这个外快？好了，我最近正缺钱呢。唐氏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，但唐氏不知道的是，再过半年他就会后悔了，后悔当初没跟三响多要些代言费。要不要忽悠唐氏在远航新天地也买套房呢？干脆用房子抵代言费吧，反正以后会暴涨的，我也不算坑他。聚餐回来后，三响立马联系上了米国的于娜。老同学，上次那件事帮我打听了吗？对不起啊，我最近忙着打工，还没抽出空来。于娜同学，我肯定不会让你白跑一趟，你把 PayPal 账号给我，我给你打一笔费用。此时万里之外的于娜身后的室友笑道：发给他，看他发不发。他如果发了，就是真的想请你帮忙；如果不发，就是别有企图。这样不太好吧？这种男人我见多了，必须给他点颜色瞧瞧。说着就把于娜的账号发了过去。其实他高中时候还挺随和的，怎么几年不见这么多心思了？社会就是个大染缸，人都是会变的。等了好半天都没有收到三响的款项，怎么样？没声音了吧？他刚刚就是在装相，以为你会跟他客气一下，没想到真把账号发过去了，就骑虎难下了吧？我估计他以后再也没脸跟你聊天了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提示。于娜拿起手机瞄了一眼，顿时惊呆了。怎么了？三响真给我打了1万美元。真的吗？刚给你转了一笔钱，收到了没有？娜，你不是说这个同学是普通家庭，工资只有几千块吗？那他怎么会给你发这么大一笔钱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难道他真的需要帮忙？对了，我该怎么回他？这可是个有钱人，不能错过。你要是不会说的话，我来帮你。说着就飞似的敲打起键盘。收到了，怎么这么多？我给你退回去吧。这笔钱是请你帮忙的补偿和感谢，如果方便的话，请你尽快帮我联系 Instagram 的人，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跟他们谈。好的，我现在不上课也没打工，马上帮你找到他们。太感谢了。而此时一个烂尾楼内冒着滚滚浓烟。凯文，服务器又爆了，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换个大容量服务器？这已经是今天第3次宕机了，这样下去我们的用户都要跑光了。凯文，服务器又爆了。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换个大容量服务器？这已经是今天第3次宕机了，这样下去我们的用户都要跑光了。凯文是 Instagram 创始人，我也没办法了，我们已经扩容3次了，所有的钱都花光了。如果用户再这么暴涨下去，就算把我全身器官都卖掉，也不够用的。
那就去找钱。你的工作不就是找钱吗？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所以找了个家伙来代替我，他叫乔什里德尔，今天应该来报道的。如果我们不能赶紧解决服务器的问题，这20万用户会在1天内跑光。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，除非我们能找到投资。希望乔什能对得起他吹的牛，能拿来一大笔钱。我们为什么不找杰克投资？我会考虑的。等乔什来了，我再让他问问罗尼和克里斯有没有兴趣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需要钱。就在他们的情绪低落的时候，2个华裔面孔的女孩走了进来。2位美女，你们有什么事吗？请问这里是 Instagram 公司吗？没错，你们找谁？我们是来自华国的留学生，我叫于娜，她叫小雅，目前正在斯坦福大学读书。我们受一个朋友的委托，希望和贵公司谈一些事情。华国人也知道我们的公司吗？当然，我们也是热衷于互联网的国家。我的朋友在你们的 PP 上线第1天就向我推荐了。你的朋友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。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替朋友索要你们的联络方式，他想要投资你们的公司。什么？来自于华国的投资？华国人很有钱吗？能详细说说吗？于是几人聊了2个半小时，大致的合作意向已经谈得差不多，剩下的就是签合同。按照他们2人的计算，至少得有125万美元才能把服务器升级到满意的程度，同时开发出一个更好的版本，以及增加社交功能。我坦诚地表明一下态度吧。首先，我非常看好 Instagram 的发展前景，所以我愿意注入150万美元，换取30%的股份。听到三响的话，凯文和他的2个合伙人都吃了一惊。没想到这个华国人给出的条件如此丰厚，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心理价位。如果我们接受你的投资，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介入公司的运作呢？我的介入方式只有一种，投钱。除此之外，我这个对编程和运营一窍不通的人，不会对你们所做出的任何一个决定发表任何一点意见。我只想做个甩手掌柜。能让我们考虑一下吗？请便。足足等了1个小时后，海州的天空已经蒙蒙亮了，凯文他们才重新回到屏幕前。三小先生，经过我们的争论和交谈，初步同意了你的投资。非常感谢你们的决定，我会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投资人，和你们共同努力，让 Instagram 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。为了表达我的诚意，在合同签署之前，我先注入30万美元，请你们尽快扩容服务器，因为我昨天3次试图登录 Instagram 都显示服务器繁忙。我们实在太缺钱了，但是有了你这笔钱，我敢保证3天，不，2天之内，服务器的问题再也不会存在。那就太好了。对了，接下来我作为一个忠实用户而不是投资人，想提出一点小小的建议，请说。能不能尽快推出安卓版本？我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安卓手机，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巨大市场。之前我们的人手不足，你也知道我们没有钱招更多的工程师，现在我们有钱了，肯定要找个精通安卓系统的家伙。很好。另外，我觉得 Instagram 是否能利用已经成熟的用户关系，开放转发和分享的功能呢？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。麦克，下一个版本我要看到这些功能。我脑袋里已经有想法了，哈哈，我看到100万用户在向我们招手了。三小先生，你真的是一个出色的投资人，你给我们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。这只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用户的看法，是否采用你们自己决定。30万美元很快就会到账，等投资合同正式签署。另外120万美元也会立刻到账，我会尽快找个时间去美国看望你们，希望到那个时候我们能一起喝一杯庆功酒。哈哈，一定会的。忙完这一切，三响倒在房间呼呼大睡，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4点。就在这时，李军打来电话，询问明天微博宣传活动的细节。三响却捏着嗓子说自己病了，让他自己决定。刚挂电话，叶冰凌也打了过来。喂，叶总。你病了？是啊，昨天熬夜加班到很晚，有点感冒。你家地址告诉我，我熬了汤给你送过去。叶冰凌还会熬汤吗？叶总，不用这么客气。马上告诉我地址，不然汤都凉了。别让我问第3次。青罗湾联排9号别墅。20分钟后到。不多一会儿，门铃响了。叶总，我就是个小感冒，你居然亲自跑一趟。你以为我是关心你吗？我是怕影响明天的宣发。请叶总放心，明天的宣发我会亲自坐镇，绝对不会出问题。那就好，把汤喝了吧，是我亲自熬的。这是雄霸天下粥铺的3边霸王汤吧？你看出来了？我就知道，那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样子，怎么可能会熬汤啊？好吧，我骗了你，其实我不会做饭。我能猜到。就在这时，陈青莲回来了，看到彼此的瞬间，叶冰凌和陈青莲都吓了一跳。我该走了。我好像有东西落在公司了。叶总，青莲姐，你们不要互相误会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2分钟后，你是他的私人理财顾问，我怎么不知道银行还提供这种服务？国有大银行当然没有这种服务，我们越发行是商业银行，一切以客户的要求为本。私人理财顾问是面向资产过亿客户的特别服务，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。叶总如果有需求的话，可以到我们银行来咨询。叶冰凌听完直接呆住了。资产过亿？难道三响的资产过亿了？那个，你们都还没吃晚饭吧？不如我们下去吃。我打包了小杨生煎回来，叶总应该不会嫌弃这么简陋的晚餐吧？不知为何，
平日里最有分寸感的陈青莲，此时却表现得像是这个房子的女主人，脸上那温婉可亲的笑容，竟然带有咄咄逼人的气势。我最爱吃生煎了，谢谢你，三小。我们继续谈事情，我们再把明天微博宣发的细节敲定一下。不是已经定好了吗？还有什么可敲的？叶冰凌却根本不征求他的意见，侃侃而谈起来。明天是周五，周末微博的流量很高，但也要注意几个问题。叶总，我有点饿了，咱们先吃饭吧，吃完饭再聊。三人落座，两个女人对面而坐，如同楚河与汉界。三想坐在他们当中，不偏不倚。三想，你到底是喝果汁还是可乐？果汁更健康一点。三想，你平时不是都喝可乐的吗？果汁不错，可乐也挺好，我都喜欢喝。我准备先喝杯果汁，再喝杯可乐。叶冰凌和陈青莲同时瞪了他一眼。三想知道两女在明争暗斗，这怎么搞？要不要装作发高烧晕过去？不行，还是想个别的办法吧。那个，我肚子有点疼，要去蹲个厕所。不等两女反应过来，他就冲进洗手间。陈青莲看看叶冰凌，叶冰凌看看陈青莲，两女莞尔一笑。从洗手间出来的三想来到厨房，用不用帮忙？不用。怎么这么快就化敌为友了？收拾好厨房，叶冰凌出来道：时间不早了，三想你好好休息，明晚就看你表现了。董事长放心，都包在我身上了。那就再见了，青莲姐，别忘了周末一起逛街。送走叶冰凌，三想一脸懵逼地问道：青莲姐，你和叶总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们刚才不是，怎么一下子变成好闺蜜似的？我和叶总萍水相逢，刚刚认识，又没有利益纠葛，怎么会有火药味？三想一时张口结舌，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。你别想太多了，男人啊，真的是又普通又自信。说完他就回到卧室，砰地把房门摔。我顺手做的楼盘广告，一夜之间火爆全网。兰兰，怎么这么多人？你还问我，还不都是你那个抽奖？我也没想到效果会这么爆炸，感觉你们都忙不过来。肯定忙不过来，我卖了好几年楼，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。我去打个电话，借点人。说完，三想就给薛显贵打去了电话。三想老弟，我昨晚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关机了？你真是搞出好大的场面，还说要找个机会跟你请教经验呢。那些事过后再说。薛老哥，你得帮我个忙，你手底下的售楼员能不能借我几十个？这么火爆？没问题，我立刻派人过去支援。对了，第一笔包销款3000万，下周一打入远航的账户。挂断电话后，又给吴行长打去。喂，吴行长吗？我是三想啊，有件事想跟你商量，不知道你方不方便过来一下？很快，吴行长来到了远航新天地，看到这里热闹非凡，还以为三想又要买房。吴行长大驾光临，我司鹏必生辉啊！这楼盘是你的？不是，我只拥有销售权。闻言，吴鹏举松了口气，哪知三想的下一句让他的心脏又提到了嗓子眼。吴行长，你觉得这个楼盘能抵押多少钱？三想先生，何出此言？哈哈，吴行长，咱们到里面茶室，一边喝茶一边慢慢聊吧。吴行长，我算是贵行的优质客户吧？当然，百夫长黑卡持有人属于最优质的客户。我之前购买远航新苑的洋房和别墅，多亏吴行关照，免去很多繁琐的流程，让我很快就办下贷款，我个人十分感谢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已经麻烦吴行这么多次了，我本来不想开口，但这次机会难得，所以我想再跟贵行合作一回。合作？怎么合作？我想从贵行再贷一笔款，利息可以按照最高限额来支付。你要贷多少？3个亿。你要这么大一笔钱做什么？吴行长来的时候已经看到了，这旁边有一大片荒地。你要买地？远航的薛总资金周转不灵，不然也不会把这个楼盘交给我报销。前面那块地就是远航拍下来的，因为缺少开发资金只能闲置。现在谁能拿得出3个亿，就可以接手这块地。你想当开发商？开发商对我来说还是个遥远的话题，我现在只想倒买倒卖赚点快钱而已。等半年新规划一出，这块地最少能翻3番。现在房地产市场的趋势不明了，你这个时候往里面闯，风险太大了。有风险的地方才有赚大钱的机会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但我们银行是有风控系统的，还有很多规矩和限制的。你想贷款是需要抵押物的。我有抵押物，远航新苑28套洋房，3套别墅，1辆宾利轿车，1家房地产销售公司，远航新天地的楼盘包销权。我在贵行还有1亿左右的存款，以及大概6000万的股票。你刚刚说的这些，很多都是无法贷款的，你能拿出来抵押的，只有你的存单和股票，但也要经过风险评估，能贷出来的数字肯定达不到你的要求。如果很好做的话，我就不用麻烦吴行了。我听说华国银行现在有个人房屋2次抵押贷款服务，月发行可以学习一下呀。还有远航新天地的包销权，能不能按照特许经营权来贷款呢？什么意思？吴行长，你是业内人士，怎么还不如我懂得多？来，我给你详细解读一下政策。听完三想的讲解，吴鹏举整个人都傻了。还能这么做？当然可以，吴行可以回去翻翻各种条例，看看违反了哪一条的规定。这种事情只能说理解不同，不能说谁对谁错。可是这件事还是有很大风险，我怕国营那边过不了审核。那就不用你我操心了，有人更想促成这笔生意。这件事太重大，
做好了越发行，今年的利润就完全不用担心了。做不好他就得进小黑屋了。薛总，我刚和吴行长聊过了，他很感兴趣，你那边可以稍微推动一下。这是包在我身上了。三祥老弟，这次你能拉我一把，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再过半年你就不会这么说了，估计你杀了我的心都得有。薛总太客气了，我和你一见如故，现在又密切合作，当然会竭尽全力帮你。挂了电话，三想回到售楼大厅。今天销售情况怎么样？已经卖了27套了，还有几个客户在谈，今天有可能突破30套。厉害啊！我们只是正常售楼，真正厉害的是你，没有你的机博推广、TT 联动，事先吸引高素质人群看房，我们就算有再高明的本事，也找不到发挥的机会。三想听完微微一笑，按照这速度，很快就能把所有广告宣发的预算赚回来了，接下来全都是净利润。难怪人人都恨开发商，房地产真的是太赚了。三想来到吴行长办公室。吴行长，你耍杂技呢？我想事情的时候必须得拿烟顶着，你也知道你的事情难办，太费烟了。事情办妥，我送你10条好烟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坐吧。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两人落座后，我跟上面沟通过了，行里原则上同意了你的贷款申请。哦，是吗？三想心里激动，表面上却云淡风轻。老弟，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？这笔款子我在哪里都能贷得到，既然早就是囊中之物，又有什么意外之喜？你跟别的行贷款，那是赤裸裸的交易，可老哥我这里不是还有朋友情谊吗？哈，你们这些吸血鬼，我现在有利用价值才是朋友。要是哪天还不上贷款了，你还不把我的腿敲断吗？我也是希望和老哥合作，才等了这么久，不然3个亿已经进我的账户了。不说那些，咱们先谈谈细节。这3个亿，行里是这么想的。一套说辞下来，主要是三想的抵押不太够。老弟，现在就差着这个环节了，你看怎么办？谁说我的抵押不够？老哥，我拿买下来的那块地抵押，行不行？什么？可那块地现在还不是你的？只要你借给我钱，就是我的了。问题是它得先是你的，我才能借给你钱啊。顺序其实是可以调换的。我们越发行出钱，帮你买下这块地，然后你再抵押给我们，你这不就是空手套白狼吗？老哥别说的那么难听，我这不是还抵押了那么多财产，而且你们也不是白干这件事啊，你们能收很多利息呢。吴行长不得不承认，三想的脑洞大，胆子也大，而且这个计划看起来没什么破绽。老哥觉得怎么样？理论上是可以的，那就打钱吧。老弟，我的身家性命全都交到你手上了，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！月薪3700的我，竟然贷款3个亿买地。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再过1个星期，对面那块地就是我的了。你觉得我拿来做什么比较好？你把这块地买了？哎，你也太有钱了吧！你还没说你的建议呢。我觉得还是囤着吧。开发房地产虽然很赚钱，风险也很大。我看薛总整天愁眉苦脸的，还不如我们这些售楼小姐开心呢。我希望你赚钱，但我不希望你不开心。你觉得那块地能升值？当然了，我最近也研究了你吹的那些牛，觉得并不是没有根据的。再说这块地位于核心区域，只要做好规划，未来一定可以大赚特赚的。看来他不只是卖楼，还研究着国家合成市的发展政策不错。等新天地这边的楼盘卖的差不多，就可以给他加担子了。你干嘛这么看我？今天做了这么一大单生意，走，陪我去庆祝一下。我们明明喝的一样多，你为什么没醉？喝酒很容易醉吗？我从小到大就不知道喝醉是什么滋味。三想高举着手，老板，再来。话没说完就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了。老板，这怎么办？鲁瓜，你能不能来趟飞跃啤酒广场？老板喝醉了，我需要人帮忙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挂了电话，白兰坐在三想身边，看他睡得口水直流，不禁偷笑。不该让你喝那么多的，我知道你不是想灌醉我，单纯只是开心，可我想让你多喝一点，好听一听你的心里话。就在这时，一对情侣走了过来。哟，三想挺能耐啊，这才几天就又搭上个小姑娘，果然男人有了钱就变坏。你谁呀？我不准你这么说三想。哟，还挺护短呢，你把他当真爱了，他把你当回事吗？你知道他有多少女人吗？这是我和他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他前女友，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还没你呢。你也说是前女友了，都是过去时了，干嘛还纠缠着三想不放？难道旧情未泯吗？那你现在的男朋友怎么想？孙楚涵这才意识到什么，回头就看到齐刚脸上一片铁青。老公，哥，我错了，回去再跟你算账。三小，你给我起来，别装死！你别乱来啊，不然我报警了。报警？你当我是瞎打的？孙楚涵，你还愣着干嘛？把他拉开！孙楚涵冲上来就要推搡白兰，而白兰也不知道从哪里爆发出来一股力。老公，你还好吗？球还在吗？臭婊子，我要弄死你！你敢过来，我就让你上下一起开花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：白经理，怎么回事？来人是远航新天地售楼处保安队长卢勇，正宗退伍军人。鲁瓜，这个人想对老板不利。我尼玛，敢动我们老板！
几个跟卢勇一起来的售楼处保安蜂拥而上，拳打脚踢。如果不是白兰及时喊停，齐刚估计得在医院里过年了。老公，你没事吧？你这个丧门星，我他妈只要跟你出门就没好事。我这是在哪儿？三想爬起来，才看到床头柜上留着一张纸条。老板，你昨天喝的太多了，今天一定要好好休息。太丢脸了，以后还怎么见白兰啊？昨晚喝醉之后没做什么坏事，说什么胡话吧？三想正懊悔不已时，卢勇走了进来。老板，你总算醒了，这是白经理让我给你送的早餐。怎么是你来给我送早餐？我就住在隔壁啊。你怎么会住在隔壁？老板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哦，对了，你昨天喝得太醉了，都没看到那么精彩的场面。等等，昨晚发生了什么？卢勇就绘声绘色地把昨晚痛打齐刚的事情说了一遍。老板，白经理对你真是忠心耿耿啊！对面那小子又高又壮，白经理那么瘦小，还拿着高跟鞋保护你。嘿嘿，今天早晨我看到他顶着2个黑眼圈，才知道他为了照顾你一夜都没睡。吃完早饭，三想扫了卢勇一眼，发现他体格非常健壮。你是退伍兵吗？是的，我当了6年兵，去年刚退伍。随即三想想起昨晚的事情，看来随着身份地位的变化，需要找个能在关键时刻保护我的人了。你把售楼处那边的工作先交给别人，以后就跟在我身边吧。卢勇一听，立马露出狂喜的神色。他当然知道在售楼处当保安和留在三想身边的区别。谢谢老板，我一定会认真的保护你。走，跟我出去一趟。会开车吗？我在部队学的开车，退伍之后拿了个B照。来，开我的车。老板，我不敢。你是当兵的，连开车都不敢？可这车太贵了，万一剐蹭了，我可赔不起。放心吧，就算撞烂也不会让你赔的。再说我有全险。你不是请假了吗？还来公司干嘛？我忽然想起来，今天约了新浪机博的马总，商量第2波抽奖活动的细节。你要去见马总？马总今天有会议，得稍晚点。我们约了5点半在他公司附近见。能带我去吗？不太方便吧？我们谈事儿，你跟着干嘛？我还有事要处理，具体情况明天向你汇报。说完就走了。不对啊，我是董事长，你只是我的员工，我去谈事儿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为什么还要得到你的许可？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现在是8点11分，你迟到了2个小时41分钟。我也不想，可是董事长和 CEO 吵得不可开交，我总不能提前离开吧？老汪和老曹是为了 MSN 的事情吵起来的吧？你怎么会知道？糟了，说漏嘴了。前世的下个月11日，新浪机博和 MSN 宣布战略合作。三想本以为这个时间点已经放出风来，没想到还是机密。那个，我在硅谷有熟人。这事在公司内部是机密，我还以为有人透露给你呢，你千万不要传出去。合作的事还没最后敲定呢。敲定也没用 ，MSN 只剩一口气了。你们以为新浪和 MSN 2个弱者联手就能撼动企鹅在即时通讯领域的地位，简直就是做梦。怎么会是做梦 ？MSN 是仅次于企鹅的第2大即时通讯软件，在办公用户中的占有率很高。我们拥有机博和博客2大阵地，强联合，优势互补，为什么不能打败企鹅？总之你记住，要站在老曹那边。为什么？没什么原因，我只是觉得老曹有胜者之姿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再过1年多，老曹将会执掌新浪大权；再过4年将会登陆美股；再过11年将会从美股退市私有化。神神秘秘的，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。对了，你晚上还有其他事吗？没什么事，就剩回家睡觉了。怎么，你有事？我想喝一杯，去 Peach 吧，我在那还存着瓶酒呢。马总，我昨晚……怎么，事情敲定完了，我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是吗？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舍命陪美人吧。奇怪了，今天怎么这么多人？平时周2是人最少的时候。周2酬宾夜，今日消费前3名赠送天使之翼蛋糕1款。难怪这么多人，居然送狂欢蛋糕。这蛋糕很好吃吗？好不好吃不重要，重要的这是全世界最奢华的蛋糕，有一款曾经卖到过8位数呢。疯了吧？花600万可以买辆宾利了，花1000多万买蛋糕是什么心态？姐姐，你怎么好久没来了？给我安排个卡座。没问题，姐是知道今天搞活动，冲着狂欢蛋糕来的吗？我是碰巧来的。姐对狂欢蛋糕有没有兴趣啊？今晚来的大客户不多，姐随便消费个7、8万，拿个蛋糕回去呗。看情况吧。来到卡座，销售把马文轩之前存的酒拿了过来。姐，周公子也在呢。周云浩怎么在哪儿都能碰到他？隔壁卡座里，冤大头周云浩正在开酒。今日狂欢蛋糕，我必须包一个，我看谁能跟我争。周公子消费多少钱了？开了4万多了。4万多消费就能进前3，不是说夜店都挥金如土吗？你故事听多了吧？在 Peach 这种海州顶级夜店里，别说消费100万或者大几十万，就算消费10几万，这种事1年也未必能有一次。三想无法理解，目光投向别处，想瞧瞧夜店里有没有其他天才。销售，给我们开食品凯哥，能一下子开得起食品凯哥香槟的，绝对算得上是豪客了。而这一身豪气恰好被偷偷观察的三想捕捉到。这不是陈情吗？陈情家世复杂，年轻时受过不少苦难，30岁才认祖归宗，从此平步青云。
日后更是不可限量。如今是2010年，算算时间，陈情应该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。这么牛的人，必须要结交。此时，周云浩搂着女孩的腰肢来到陈情的卡座。你叫陈琴？是我。听云云说你是她前男友？没错，云云是我刚认的妹妹，现在跟着我玩，你好像挺不爽的样子。刚刚点视频，凯哥是要跟我较量较量的意思吗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们知道你是绿野文化的太子爷。知道就好。姓陈的，我妹妹说你是海州商会的干事，工资才3000出头，一瓶凯哥就够你1个月工资的了。你确定要跟我斗气？见陈琴不说话，周云浩笑得更开心了。云云说她想吃蛋糕，今天就算花100万，蛋糕我也要订了。你不是想跟我斗气吗？先准备100万吧。说完，周云浩搂着云云回到卡座。销售，给我开5瓶格兰杰。跟他拼了。丑，别冲动，到此为止。可是咱们不能被他看扁了啊！徐小阳，你说呢？我们哥俩手里还有点存款，就算以后天天吃泡面，今晚也得替你找回场面。小杨、丑，你们2个的心意我领了，还是别浪费钱了，我们赢不了周云浩的。别用你们的全部家产来挑战我的零花钱，你们不配。于隐，你说呢？那个废物怎么能跟我哥比呢？哥，你对我真好。那今天晚上咱们怎么玩？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老陈，对不起，兄弟们尽力了。这怎么能怪你们呢？都怪我想不开，居然留恋这种爱慕虚荣的女人。你们放心吧，我走出来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会好好生活，努力上进。我要证明我陈情不比任何人差。这就对了。走吧，我不想在这儿待着了。就在这时，三想钻进了他们的卡座。销售，开99瓶芝华士。3人都吓了一跳，目瞪口呆地看向来人。你谁啊？我叫三想，我和周云浩有仇，所以咱们是同一个战号里的。今天要给他点颜色看看，哥几个配合一下。哥，真的假的？真开99瓶？快点开，免得我改变主意。记住，都算在陈先生的身上。说着丢出一张黑色卡片，这是百夫长卡，我的乖乖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好嘞，8号卡座陈先生，芝华士99瓶。不可能吧？陈情那个废物怎么会这么有钱？周云浩忍不住来到8号卡座，脸色顿时变了。原来是你，三想，你又要跟我过不去是吗？是又怎么样？哼，我知道了，你想报复我，你找刘恒出面向我爸施压，结果我爸没理你，你这口气咽不下去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，我只是和朋友喝酒而已。陈情，你说对不对？没错，我们几个朋友喝酒，请问你是哪位？想蹭酒吗？别以为几个瘪三凑在一起，我就怕你们。你周公子财大气粗，当然不怕我们这种瘪三了。要不你也开99瓶芝华士？哥，咱们也开。那个，我先去个厕所，等我回来，我瞎尿你们。你们等着，我哥马上就回来。你眼光不太行啊，居然看得上这种货色。我那是初恋，什么都不懂。我明白了，来，哥几个走一个。三想，我比你年长2岁，你叫我一声欧哥不过分吧？当然不过分，欧哥，来一杯。此时云云不停地拨打着周云浩的电话。哈哈，我还以为周公子很牛呢，居然溜了。那倒未必，说不定周公子单纯只是前列腺不太健康，排尿比较费劲呢。三想，谢谢你今天替我解了围，开酒的钱我会努力攒钱，早点还你。酒是我开的，干嘛要你还？我还得谢谢你给我个机会打周云浩的脸呢，以后别跟我谈钱啊，谈钱伤感情。三想，看你年纪也不大，怎么这么有钱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什么赚钱的生意都掺和一点，最近在忙一个地产项目。原来你是大老板啊！刚才周云浩说你认识刘恒，是星恒投资的刘恒吗？就是星恒的刘总。那你和周云浩怎么结的仇？也是因为女人。于是把周云浩刁难姚思璇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。周云浩这王八蛋，老天爷怎么不收了他？别急，他很快就会遭报应了。时间已过午夜，舞池里忽然灯光大作，让我们为今晚的豪客们欢呼吧！今晚消费第1名的是6号卡座的陈先生。陈先生，跟咱们在场的朋友说几句吧。我想特别感谢一个朋友，虽然今天是我们第1天认识，但我跟你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。三想，谢谢你。三想举起手里的酒杯，遥遥相敬。演讲结束，陈晴捧着蛋糕回来了，众人看着却没有任何食欲。你们不吃，我可借花献佛了，不然他要把我吃了。你放着那么漂亮的女伴不陪，跑来跟我们喝酒，你疯了吧？哈哈，快去哄哄吧。马姐，送你的蛋糕。我让你陪我喝酒，你倒好，跑去给3个男人撑场面，又是勾肩搭背，又是倾诉衷肠。我现在怀疑你的取向有点问题。马姐，这你可就误会了，我是特别直的直男。你肯定是直男，不然也不会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。我忽然想起来，周末的热搜位要再研究研究。马姐别生气，我知道错了，所以把你心心念念的蛋糕拿过来了。看在蛋糕的份上，原谅我一次。好说歹说，马文轩才消了气。第2天，三想刚起床，薛显贵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老弟，你在哪儿？方便的话来我办公室聊聊，我有个大消息要告诉你。三想一听他的语气就知道事情不小。我马上到。
老弟，国银那边给我打电话了，说贷款没什么问题，下周就能下款。你这是又帮了我一个大忙。老哥客气了，帮你也等于帮我自己。哈，老弟说话我爱听。老哥说的大消息应该是 AD 块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是昨天早晨工作会议刚定下来的。AD 块位于海江北岸的金融核心区，占地30公顷，一共被分为18个地块，1个月内就会公开出让。怎么，薛老哥你也有兴趣吗？你知道的比我还多，我只知道地块已经切割，数据还没拿到手呢。前世 AD 块的新闻闹得那么大，我想不知道都不行。老弟，你知道的这么多，是不是也看中 AD 块了？狼多肉少，轮不到我。老弟，你对 AD 块的前景怎么看 ？AD 块的地理位置有不可复制性，位于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核心区，我相信用不了10年，那里就会成为全国乃至整个亚洲的金融中心。你真这么看？我这还是收着说的呢。10几年后 ，AD 块就是亚洲的经济中心，到那个时候 ，AD 块打个喷嚏，亚洲股市就得重感冒。老弟，你都这么看，那应该是不会错了。不瞒你说，我想试一试。地产大亨约我参加酒会，有人说我是蹭吃蹭喝的无赖，结果他打脸。老弟，你都这么看，那应该是不会错了。不瞒你说，我想试一试。你们远航地产能撬动这么大的盘子吗？光靠我自己肯定不行。港岛万家地产想要进一块地，打算找几个合作伙伴组成个联合体一起投标，问我有没有兴趣。什么？你说还有谁？还有港岛的港田置地、亚洲电视集团、本地的海金金融。这个组合怎么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啊？不会这样巧吧？万家的目标该不会是 A3D 块吧？你都知道。三想何止知道，如果远航地产真的拍下 A3D 块，绝不是飞速崛起的机会，而是破产倒闭的结束。只是前世跳坑里的是千通地产，而不是远航啊？难道是我重生的蝴蝶效应？薛老哥，万家怎么找到你的？这不是你帮我解决了资金问题吗？万家恰好对 A3 有兴趣，想找个内地的合作伙伴，问我愿不愿意合作。我一听这是好事啊！我去，还真是自己的原因啊！老薛啊老薛，咱们也算相识一场，我不能坑你，我建议你不要碰，尤其是 A3D 块。为什么？万家的评估师说 A3 是18个地块当中最有价值的，位于核心中的核心，如果能拿下来，利润非常惊人。三想刚想详细给他讲解一下，薛显贵电话响了。好哈，我知道了，不见不散。老弟，今晚万家在希尔顿有个酒会，邀请联合体的几个伙伴见面，你陪我去吧。也好，正好他也想去认识下这几个华国地产史上著名的倒霉蛋。三想刚进门，身后传来个惊喜的声音：三想，哈哈，秦哥，咱们也太有缘了。对了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在评选名单里没见到你的名字啊。嘘，别被人发现，我是来蹭饭的。哈哈哈，有我在，你随便蹭。此时一旁有人目光闪烁，大为异动。你们知道吗？陈琴交了朋友来蹭饭。真的假的？陈琴平时挺自律的，怎么能干这种事？黄春雨，你不是搞错了吧？我亲耳听到的，怎么可能搞错？我要去向总干事举报。不至于吧？多大点事啊？就是啊，陈琴马上要提拔了，你这么干对他的前途不好。那正好，他提拔不了，到时候提拔的就有可能是咱们村的一个。此时海州商会的总干事侯建正和几个创业者谈笑风生，突然他看到黄春雨出现在旁边。什么事？没看到我在招待客人吗？总干事，我要向你汇报一件很严重的渎职事件。陈琴私自把朋友带进会场蹭吃蹭喝。不可能吧？陈琴不是那种人啊！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都拍下来了，现在人还在会场呢。总干事不信的话，可以过去抓个现行。带我过去。哈哈，陈琴啊陈琴，这回你完蛋了。三想正和陈琴聊得愉快，忽然有人走过来。市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叶总，三想，你们认识？陈哥，他是我老板。老板，30位青年创业者里面还有你呢。是啊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三想刚要回答，有人走了过来。冰凌，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想说什么，就在这里说吧。你不怕被闲杂人等听到？董事长，这人谁啊？要不要替你打发了？这位是冰河科技的叶总，叶冰河。三想大概明白两个人关系了。你是茂源的员工。叶总你好，我是茂源广告的三想。你被开除了，明天去财务领赔偿金。冰凌，爷爷有话让我转告你，你确定要我在这里说吗？家族给我3年时间，现在才过去一半，爷爷该不会说话不算吧？人家等不及了，需要充血。终究你们还是把我当成工具。就在这时，一条手臂搂在叶冰凌的腰上。大舅哥，再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不只是茂源广告的员工，还是冰凌的未婚夫。冰凌，怎么回事？没错，三想是我的未婚夫。就他，你当我会相信吗？你会看得上这种土包子？别以为找了个挡箭牌就能躲过去。三想，吻我。三想毫不迟疑，低头啄了上去。这回你信了吧？小子，你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吗？冰凌不是你配得上的。三想刚要说话，侯健带着黄春雨走了过来。陈琴，你认识这个人吧？他是怎么进来的？总干事，三想的确是我的朋友。三想你有邀请函吗？没有，
总干事，我没说错吧？这人就是陈琴带进来蹭饭的。陈琴，我对你真是太失望了。总干事，请你听我解释。你解释什么？这小子是不是你朋友？是不是没有邀请函？他不是来蹭饭的，那是来干嘛的？总不能是来颁奖的吧？三想刚要开头解释，叶冰凌却抢先一步。三想是跟我一起来的。叶小姐何必为他开脱呢？邀请你来参会的时候，你回复说一个人来参加，并没有说要带男伴。我改变主意了，不行吗？好吧，叶小姐既然这么说，我也不会为难她，就让她留下吧。陈琴，你跟我来。侯总干事，等一下，我本来打算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，换来的却是误解。不装了，其实我是来和万总谈生意的。此话一出，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三想先生，你这样胡闹，我只能请你出去了。不用你们赶，我会自己走。总干事，你能不能问问万总，也许三想说的是真的呢？陈琴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如果每个自称来跟万总谈生意的人，我都要问问万总吗？可是，动了，你如果有不同意见，可以跟他一起离开。我跟他一起走。你跟着我干嘛？你昨晚才帮了我，我现在要是不跟你走，心里过意不去。你跟我走了，以后在商会可就不好混了，我比你的前途还重要。谁让我倒霉呢？认识你这种蹭吃蹭喝的无赖。就在这时，薛显贵才急匆匆地走进宴会厅。老弟，我来晚了，让你久等了。你这是要干嘛去？老哥，你再不来，我就被赶出去了。你是我请来的客人，谁敢赶你？辛总，你们认识？侯总干事，请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三想是陪我来跟万总谈生意的，为什么要把他赶出去？这就是海州商会的待客之道。侯健怎么都没想到，三想居然是薛显贵请来的。辛总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位先生是您请来的，才会发生误会。我说我是来跟万总谈生意的，可你似乎认定我是蹭饭的，根本不听我的解释，这真的只是误会。辛总，三想先生，待会儿我会问问郑会长，到底是怎么管理下属的。侯健一愣，吓得瞬间倒在了地上。三想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这件事就算了。你忘了，刚刚他也赶你走来着。其实侯总干事平时对我很照顾的，工作也认真负责，今天他也是为了工作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既然我陈哥发话，这件事就算了。我敬佩侯总干事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，有机会的话会向郑会长反映。谢谢三想先生宽宏大量，你该谢谢陈琴才对。陈哥，我和薛总去谈的生意，散会了先别走，一起吃夜宵。怎么回事？你的小男朋友认识薛显贵？他是我的男朋友，认识几个地产大佬有什么奇怪的？如果薛显贵就是他的底气，那也没什么了不起。他和陈家之间毫无可比性，你自己考虑清楚吧，不要做后悔一生的选择。月薪3700的我，没想到为房地产大佬躲过千亿大坑。这是我弟弟三想，我带他来见见世面。干弟弟，我只见过干妹妹，干弟弟还是第一次见。此言一出，众人哈哈大笑起来。老薛，你这是带个毛头小伙来当参谋啊？难道身边就没有个稳重的人吗？现在是年轻人的时代，老家伙的眼光已经不行了，不然你们亚洲电视的收视率怎么会越来越低？与你好了，大家说正事吧。既然人都来齐了，就谈一下正事吧。A 地块的规划已经正式出炉了，各位对组成联合体一起竞拍 A3 地块有什么意见？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？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们港田之地肯定是要加入的。亚视这边也没有问题。亚视近年来举步维艰，想从地产上找到突围方向。A3 地块是王家生想要东山再起的一块重要砝码。万总，大家既然会来，当然是感兴趣的，不如你再给介绍一下吧。好。这时秘书打开规划图。目前阳光保险有一 A1 地块，百利三星有一 A2 地块 ，A4 地块的意向买家是民生银行 ，A5 是标准投资 ，A3 地块地理位置优越，是这批地块中最为优质的，被认为是核心区最有价值的土地。众人看得大为心动，唯有三想看都懒得看一眼。三想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能看懂图纸吗？再有几年，你的亚视就该清盘了。A3 地块上的亏损算是原因之一，居然还有脸笑话我。我为了这事，特地请了一位风水大师。这时走来一位白须老者。这位是刘玄北大师，是港岛4大风水名师之一，曾经为李半城挑选过祖坟，法力高明，他的话值得大家参考。原来是刘大师，久仰大名，失敬失敬。刘大师，请你给我们讲讲 A3 地块的风水到底如何，能不能发大财？诸位请看 A3 地块西高东低，上窄下宽，就像唱戏里边判官戴的帽子，这在窄经上叫判官聚财之地，是个能得天下富贵的大好风水宝地。此话一出，几位大佬都激动不已。我加入，我们也加入。希望大家合作愉快。薛总你呢？三想老弟你怎么看？看来我以前把这些大佬想得太复杂了，他们也只不过是普通人而已。我还是不说了，免得坏了大家的兴致。你们慢慢聊，我先走了。想听我的意见，美的你们。你跟他们谈什么了？董事长，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我刚刚推荐了茂源广告，希望和他们合作，谁知他们说咱们公司太小不愿意，我当时就急了。嘲笑我可以嘲笑我们公司，可不行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说正经的。也没什么，
就是薛总想跟他们做生意，请我过去参谋一下。就在这时，薛显贵追了出来。老弟，你先别走啊，那快递到底能不能拿？你得帮我参谋下呀。薛老哥，信得过我吗？当然，我不信你还能信谁？我之前就说过，除了 A3 以外，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，但 A3 绝对不能碰。老弟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刚刚那位刘大师是给港岛李半城看过祖坟的，他说这块地形，我觉得应该没有错。老哥真信这个？干我这行的，不信不行啊！当初我盖第一个楼盘的时候出过事，就是找来阴阳先生才镇住。那我就跟老哥明说吧，我也稍微懂一点相术。我刚刚看那几个人，个个都印堂发黑，满脸晦气，倒霉透顶。你要是跟他们合作，肯定亏得找不到北。相信我没错的，如果你不信，我也没办法。薛显贵心事重重的回去。老弟，我信你的，我思来想去还是放弃了，先把手里的几块地搞好，稳扎稳打的发展。老哥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。你退出的话，他们找谁合作？暂时还不清楚，不过我听老万的意思，他和千通的王总关系不错，有可能拉千通地产加入。果然是千通地产，看来蝴蝶效应没有起作用。薛老哥，既然已经做了决定，就当这件事从来没发生。等银行那边贷款下来，咱们抓紧把地块转让的手续完成，你就放心搞开发吧。老弟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以后有什么用得着老哥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。挂上电话，三想懒得做饭，突然又怀念起前世外卖满天飞的时光。要不投一下饿了呗？紧接着三想就开车来到海州交通大学，他的饿了呗还在校外的一栋大楼里。康总出差了，汪总在家写代码，张总去谈客户了，他们都不在。那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？张总谈的客户就在隔壁那条街，好像叫香婆婆鸭腿饭。你要是着急的话，可以去那找他。好的，谢谢。另一边，张伟豪尴尬地蹲在香婆婆鸭腿饭门口。我们梨花快餐的注册资金100万，目前已经有了1000家合作店铺。只要你跟我们梨花快餐合作，每餐我们赠你一个荷包蛋或者一杯可乐，再给你们补贴1块钱，怎么样？大约20分钟以后，你们也是来谈外卖合作的吗？我马上就要开始煮饭了，只能给你们5分钟时间。5分钟足够了。他有1000家店铺，你只是他的1/1000，100万注册资金能送几个荷包蛋，能送几杯饮料，补贴给你的1块钱，那羊毛都是出在羊身上的。张总，我该说的都说完了，该你了。你哪位？怎么就代表我们饿了呗？不过张伟豪也步步的揭穿三小。我们饿了呗是教大学生创业项目，拿到过。说重点，我们只有5分钟。你们说的倒是挺好，可人家给我补贴呀。他们补贴多少？我们饿了呗。不过这是针对香婆婆这种优质客户的单独政策，请不要外传。我明白，那你们能补贴多久？人家实力很强的，开帕萨特来的。我们的车在外面，老板要不要看看？看什么？我的小雅迪吗？三想掏出车钥匙按了按，另一边的一辆车闪烁起来。宾利。哎呀呀，没想到你们饿了呗这么有实力。行，我跟你们合作。合作愉快。张总还愣着干嘛？剩下的流程你来处理。重生归来的我，为了入驻饿了呗亲自谈判，甚至还要投资1000万。怎么，要不要聊聊？聊就聊。你为什么冒充我们饿了呗的人？有什么企图？我刚刚谈的怎么样？效果还不错吧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三祥，新锐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总经理。你到底想干嘛？如果今天我不在，你打算怎么说服香婆婆的老板？张伟豪思索起来。你以为老板是因为我开了辆宾利才跟咱们合作的？其实真正打动老板的还是你的那套合作方案，连我听了都有点冲动，立刻开个店跟你们合作。哇！此时张伟豪微微有些自得。虽然饿了呗现在有不少竞争对手，可只学到了皮毛，真正有竞争力的内核还是掌握在我手里，别人学不来。老板更喜欢你的合作方案，但他也有顾虑：一是补贴，二是落地程度。这2个问题归根结底其实是一个问题：钱。饿了呗最大的问题只有一个，缺钱。想要钱吗？你想要投资？我对饿了呗的模式还挺感兴趣的，但说句实话，你们现在的小打小闹成不了大气候。就刚刚那个帕萨特，如果他的注册资金不是100万，而是1000万，你觉得他需要多久能把你们灭掉？不用1000万，有200万投进来，就足够把饿了呗的所有资源都抢走。饿了呗想发展，首先得保证活下去。我现在有一笔钱，想要投进这个市场，如果饿了呗不要的话，我就去找你们的竞争对手。三想先把利弊摆出来，让张伟豪知道他并非自己的唯一选择，而自己是他唯一的救星。我不仅会为饿了呗投钱，还会帮助你们开发订餐系统，帮助你们成为这个市场上的胜者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饿了呗永远是你的公司，我只拿我应得的那份钱。张伟豪陷入了沉思，足足1个小时。你除了饿了呗，还有其他投资案例吗？你能给饿了呗除了钱以外，还有其他什么资源吗？这才是干事的人，虽然缺钱，但不会被钱迷惑。这就说来话长了，我在美国投资了一个互联网公司，正在入股一家网络通讯公司。你听过 WhatsApp 吗？午饭点都过了，张伟豪才下车。好好考虑。茂源广告公司内。不可能，我说过了，我不会嫁给陈姐。我就算嫁给猫、嫁给狗、嫁给三小，我也不会嫁给陈姐。你嫁给我，
我倒是不反对，可你把阿猫阿狗排在我前面是怎么个意思啊？叶明明挂了电话，气呼呼的。我要是嫁给你，你敢娶吗？市长，别开这种玩笑，我会当真的。要不明天我让父母把户口本邮来海州。美的你。对了，找我干什么？明天第1轮开奖，第2轮上线，我来公司看看准备的怎么样了。你还知道回来看看啊？我还以为茂源广告没有你这个员工了呢。董事长，你不知道，新锐公司那边很难缠的，尤其是他们那个李总忒不是东西，整天让我陪着洗脚按摩唱 K。这么不要脸，三小，你没跟他去那种不干不净的地方吧？我绝对没有，我怎么可能那么没品位？自打见了董事长这种美若天仙的女人之后，我对其他庸脂俗粉彻底失去了兴趣。行了，我知道你辛苦，回头让财务给你报销。多谢董事长。三想刚出办公室，白兰打来了电话。老板，我下午想请个假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点小事你自己决定就行了。那我可不敢，王启每天卯足了劲跟我竞争，我不能被他抓到把柄。行了，我知道你怪。对了，你为什么请假？老家那边来了几个亲戚，我要去接个站。用不用我帮忙？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能搞定。挂了电话，三想一回头，我李妈，李总监，你这干嘛？三想，晚上有空没？我请你吃个饭。为什么请我吃饭？这不是第2轮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吗？想听听你对于活动的知识安排。那也不用吃饭吧？我还叫了小猪，你就给个面子吧。三香，李总监说大家一起吃个饭，交流下感情。行，那就晚上6点吧。三想，咱们过段时间的工作怎么安排呀？我觉得小猪最近表现不错，可以往他肩膀上加担子。这话你不该跟我说呀，你该去跟人事说，或者去跟董事长汇报。你别谦虚，现在公司上下谁不知道你是董事长的大红人，也是公司的大功臣，想安排谁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。三想瞄了一眼对面正在胡吃海喝的胖子，不确定提拔他是不是好事。胖子，你才20多岁就3高了，能不能控制一下饮食？我也想控制，可是看到好吃的就控制不住自己。三想觉得得想个办法让胖子锻炼身体，免得如前世一般英年早逝。此时在土菜馆的另一边，29妈，小竹这家土菜馆的味道挺不错的，我以前经常来。怎么没有单间啊？待会儿小竹的男朋友来了，说话不方便吧？这家生意很火爆，我预定的有点晚了，单间已经全部订出去了。也不说早点订，也怪咱们那么晚才告诉兰兰。我看大厅的环境也蛮不错的，人家小郑应该不会挑理的。兰兰，你还在卖房子吗？就没打算换个正经工作吗？我卖房子怎么就不是正经工作了？兰兰卖房子卖的蛮好的，听大姐说赚了不少钱呢。那种工作有今天没明天的，赚得多又怎么样？哪像咱们小竹在医院当护士，那才是正经工作。你别乱说话。我怎么乱说了？小竹的工作的确不错，有正式编制的，我挺羡慕呢。王小竹在金浦区第4医院做护士，1个月有3000多，在黄叶眼里却比很多在私企工作月薪上万的人更有优越感。兰姐，你交男朋友了没？还没有。哎呀，那你要被小竹甩开了。小竹现在这个男朋友感情很稳定，打算过段时间就买房子，明年结婚，后年生孩子，你可得抓紧啊。小竹，你们医院有没有年轻有为的男医生？给你表姐介绍一下。人家医生都有正式工作，未必能看得上兰兰呢。不用，我暂时不想找。你比我还大1岁呢，碰到合适的可以考虑一下。有个人我倒是觉得挺合适，可人家未必这么觉得。我去个洗手间。白兰，老板，怎么这巧啊？你也在这里吃饭？是啊，我老家的舅舅舅妈来了，我请他们吃个饭。你舅舅舅妈吗？那我得过去打个招呼。不用了。你可是我手下头号大将，我得做好你的后勤工作。走吧，去见见咱舅舅舅妈。白兰脸一红，想反驳却没说出口。我去，三香真牛啊！这又是哪儿认识的谋女啊？这事儿要不要告诉董事长？重生归来的我只是参加了一场饭局，没想到就让美女芳心暗许。我碰到了个朋友，他非要过来打个招呼。这是三想，这是我二舅妈，我表妹王小竹。你们好。姐，你刚刚还说没有男朋友呢，我看这个就挺好的，你怎么不考虑考虑？白兰脸色绯红。小三是吧？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做什么工作啊？家里都有什么人啊？二舅妈，你这是干嘛？查户口啊？我今年25岁，在广告公司上班，家是云山县的，家里还有父母。哦，广告公司也是私企吧？还不是海州本地人，买房子压力应该挺大吧？就在这时，一个年轻男子急匆匆地走来。今天工作太忙了，没来晚吧？哎呀，小郑来了，工作这么忙，辛苦了，快坐快坐。这位就是白兰姐吧？以前听小竹说过，还是第一次见面。你好，我是小竹的表姐白兰。这位是？他是我表姐的朋友，叫三想，这是我男朋友郑耀森。耀森去年考进金浦区商会，正式编制呢。那挺不错啊。也还好啦，其实工作挺枯燥的，平时就是跟企业家打打交道。耀森，你今天不就见了个很厉害的企业家吗？
今天和远航地产的副总经理一起吃了个工作餐。远航地产在我们区的一块地马上要开发了。远航地产啊，是不是就是前几天搞微博抽奖的那个公司？阿姨还知道微博呢，就是那个远航地产，那个楼盘卖得很不错。这么大企业的经理能跟你一起吃饭，我就说你这孩子有出息。三想和白兰对视一眼，微微一笑。白兰，你不是卖房子的吗？耀森跟远航地产的经理关系不错，要不要让他帮忙说句话，把你弄到远航地产去工作啊？远航地产可是大公司，赚的肯定更多。听到黄爷的话，郑耀森露出不悦的神色。我凭什么帮忙？再说，远航地产那边我也不是很熟啊。不必了，我现在的工作还挺开心的，暂时没有换工作的打算。给你机会你不珍惜，以后可不要说耀森没帮忙哦。耀森啊，这次我和你叔叔来海州，就是想问问你，打算什么时候跟小竹把事情定下来啊？叔叔阿姨，这件事我和小竹也商量过了，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，我们打算明年元旦扯证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买房子啊？叔叔阿姨，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。现在房市很低迷，海州房价还有很大的下跌空间，所以我决定先租房，等房价降下来再买房子。耀森啊，不是阿姨不相信你，你们都要扯证了，租房子不太方便吧？阿姨，不瞒你说，我现在工资不太高，父母的退休金还得留着养老，让我拿首付有点困难，所以还是等房价跌一跌再考虑买房的事情吧。黄叶和王根生一听，瞬间觉得心里没底了。爸妈，你们别这样，我觉得耀森说的对，海州的房价肯定会跌的。海州的房价不可能跌，只会涨。你们现在买房还有可能付得起首付，以后的房贷压力也不太大。如果错过这一波最低点，以后就再也买不起了。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你到底懂不懂房地产啊？三想他，白兰，没关系，我在广告公司工作，因为工作关系也认识一些地产界的朋友，他们都说房价会涨，难道不是吗？三小，你也认识做房地产的朋友啊？房价真的会涨吗？你认识的朋友能知道什么啊？我们耀森可是跟远航地产的副总经理一起吃饭的，他的消息肯定更准确啊。对了，你在哪个广告公司工作啊？要是在我的辖区，我以后可以关照你。对呀，三小，你既然是白兰的朋友，就不用客气。我那是个小公司，入不了商会的法眼，就不用麻烦了。要是小公司的话，那我的确接触不到。你的确接触不到三想的圈子，因为你的层次太低了。此话一出，王家几人都惊呆了。我的层次太低，平时跟我打交道的都是身家百万的企业家，我倒是想知道三想的圈子里都是些什么人。反正都是你想象不到的人。三想他其实是我老板。白兰，小竹找了这么好的男朋友，你是不是心里嫉妒啊？我知道你想逞强，可也不能开这种玩笑吧。就在这时，三想抓住了他的手。何必解释那么多？我刚刚的话也是好心。好了，我也该回去跟朋友们吃饭了，几位慢慢吃。白兰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认识的这都是什么朋友啊？鼠目寸光，没出息。忽然郑耀森激动地喊道：陈副主任。是啊，今天刚提拔的副主任是商会总干事侯健的得力干将，我的顶头上司。你们稍等一下，我过去打个招呼。这样啊，那你快去打招呼啊。郑耀森上前热情满脸的向陈晴打招呼，才说了一句话，陈晴绕过郑耀森，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。好大的官架子！那是三想。白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陈主任怎么会认识三想？我不知道啊。三想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好像和陈主任很熟。我不是说过吗？他是我老板。他在广告公司上班，你卖房子，他怎么可能是你老板？这个事情很复杂，你们只要知道我的工资和奖金都是他给发的就够了。白兰姐，能不能带我过去打个招呼？表姐，你就帮忙吧。王根生也用恳切的眼神看着自己。好吧，我带你们。话音未落，白兰瞪大了眼睛。陈晴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白兰。白兰，这是海州商会办公室副主任陈晴，我的好朋友。以后新天地那边的事情，你跟陈主任多沟通。白经理，你好，你好。小郑，你和白经理认识？陈主任，白经理是我女朋友的表姐。原来咱们还有这层关系，以后多跟我汇报工作。谢谢陈主任，我以后一定多跟您汇报。白经理，我听三想说新天地卖得很火爆，能不能给我们商会开个团购啊？我们可是有很多未婚的小伙子小姑娘都想要买房子呢。这种事你直接问老板就行了，我说的可不算。不对啊，三想说新天地那边的事情都交给你了，你就直接给我个底价算了。听到他们的对话，郑耀森和王家三口人都吓了一跳。这样吧，周末陈主任可以带商会的同事过来看房，我会在优惠价的基础上再给你们个团购折扣，顺便再赠送一段时间的物业费和停车费，你看怎么样？那可太好了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周末我就带他们过去。白兰，你继续陪亲戚吧，我和陈晴回去喝点。三想跟李军和胖子介绍陈晴，两人都吓了一跳。三想，你又帮了我一个大忙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之前总干事就想提拔我，但是上头一直卡着。昨天的事情一出，今天提拔文件就下来了。你敢说跟你没关系？
组织上早就想要提拔你了，现在是水到渠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邀功，这是你的事情，我心里记着呢。这才认识几天，你就帮了我2个大忙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。咱们朋友之间不要这么见外，你以后好好干，能力允许的范围之内照顾我一下就可以了。那肯定没问题。对于这一点，三想很确信。就在这时，陈琴的手机响了，他接通之后聊了2句，露出惊讶之色。三想，侯总干事要过来。侯健，他过来干嘛？他打电话祝贺我的提拔，听说我跟你在一起，想过来见个面聊一聊。也好。另一边，郑耀森买单的时候，一抬头忽然又呆住了。侯总干事。郑耀森朝三想那边指了指。谁呀？很厉害吗？海州商会的3把手，你们说厉不厉害？买完单，他跑到三想那桌打了个招呼，又在侯健和陈琴面前留下个印象，这才欢天喜地的走了。白兰本来也想离开的，却被三想硬拉着留下。我的酒，白兰替我喝。你开玩笑吧？你们要是能把他灌醉，我明天就给商会赞助100万。这可是你说的，白兰小姐，你别怪我们啊，要怪就怪三想吧。2个小时之后，他们双双趴在桌子底下。送完白兰已经是凌晨了，手机收到了一条短消息：三想，你睡了吗？阿克顿和寇姆想和你聊聊。重生后，我与 WhatsApp 达成合作，成功拿下全球第1的通讯软件。我还没睡呢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你的8条建议，凯文发给了阿克顿。今天阿克顿主动找到凯文，说想要和你谈谈。没问题，在哪里聊？他希望在 WhatsApp 上聊。你好，我是布莱恩。亲爱的三想，我和寇姆看了你的8条建议，非常感兴趣你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想要和你聊聊。我也非常乐意和你们分享一些我的看法。三想娓娓道来，阿克顿一言不发地阅读着。像你是我所认识的对未来描述的最具象、最细致的人，即便是拉里和希尔盖也无法达到你的高度。像我是寇姆，我和阿克顿在一起，请接受我对你的膜拜。阿克顿说的没错，拉里和希尔盖跟你比起来就是狗屎。很开心你们能够赞同我的想法，我可以保证未来 WhatsApp 会保持相当的独立自主性，坚守你们的3原则不动摇。这次谈话非常的美好，你给我们展现了未来的多种可能性。我们认为你是一个很不错的合作伙伴，但我们还需要时间考虑。没问题，我愿意等待。三想此刻来到新浪公司海州分公司，今天他要亲自开讲。大家久等了，我是新浪微博海州分公司副总经理马文轩，这位是远航新天地代表三想。今天由我们来为远航新天地开盘第1波抽奖活动开奖。大家好，我是三想，我仅代表远航地产，感谢网友们热情踊跃的参与。三想先生，请你开奖吧。很快蹦出了一连串中奖名字。如果我们能中奖的话，可以买套好点的沙发。沙发可以慢慢再买，还是攒下来早点还房贷吧。房贷的事情你不用急，我会努力工作的。对了，你不是还想要个梳妆台吗？我昨天看到个不错的。女人的表情就凝滞了。怎么了？老公，我好像中奖了。真的是你。很快113个中奖名单全都抽出来了，有人欢呼庆祝，有人失望撅嘴。1万块并不多，却给了很多人勇敢面对生活的勇气。愿每个努力拼搏的人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。第1波的奖品是万元现金，第2波的奖品是什么呢？千万不要让大家失望哦。因为资金不足的关系，第2波奖品的价值的确下降了。远航地产为大家准备了60套手机壳，以纪念我们在全国各地开发的60个楼盘。因为送的是华子的手机壳，为了防止大家的手机型号对不上，所以随手机壳附赠最新华子手机1台。抽奖微博很快就会发布，今天的开奖直播就到这里，祝大家好运。华姐，情况怎么样？谢谢你，就在10分钟之前，新浪总裁曹伟亲自打来电话，一是祝贺，二是宣布了总部的任命。老曹给你打电话，老汪没有任何表示吗？没有。看来你不需要站队了，记住跟紧老曹有肉吃。真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自信，看在这次晋升有你1半功劳的份上，我就信你1把。恭喜啊，又成功了。蒋信，董事长我上镜怎么样？是不是挺帅的？你看一下，这么多要跟咱们合作的公司，如果都接下来，咱们的人手可就不够用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打算扩大规模，租用新的办公室，招更多的员工。我也很看好茂源广告的未来，也觉得广告行业是值得投入的，但是我恐怕不能跟董事长一起奋斗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想自己创业。叶冰凌微微一愣，很好啊，自己创业很好啊，你这么有才华，以后一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的。留在茂源的确有点委屈你了。董事长，你不用说了，我理解你。如果我有你这么大的本事，也不会待在这种小公司的。无论如何，非常感谢你给公司带来的帮助。董事长，其实我会跟财务说，把你这段时间的奖金兑现，希望你不要嫌少。如果创业中需要什么帮助，尽管开口，我能帮忙的一定会帮。董事长，以后你的公司如果做大了，需要做广告、做公关活动的话，千万不要忘了老东家呀，我肯定给你个最大的折扣。董事长，我本来还有点事，你先去忙吧。什么时候离职，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就行。
三想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这时候手机响了。你不能走。董事长，你人就在隔壁，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吗？为什么要打电话？我说你不准走。为什么？亲亲爱的项目是不是你接的？那种文案风格除了你之外，公司没有人能写。你至少把亲亲爱的项目完成才能走。好吧，等亲亲爱和远航新天地这2个项目完成，我再申请离职。到时候再说。第二天，这么多人啊，不是你请来的托吧？除了你都是我的托。老板，今天客人太多，没空招呼你。想喝水的话，请随便吧。她不是远航星院的。没错，就是当初远航星院卖楼给我的女孩，我觉得她挺不错，就从薛总那儿挖过来当售楼处经理。别看她年纪轻轻的，卖楼很厉害，把这里管理的井井有条。你怎么没提过？我没提过吗？哦，也许事情太多，忘记了。其实我最初的人选是你，可你在银行工作，有那么好的待遇，我怕你不愿意来帮我。你不问怎么知道我不愿意？过去了，眼下有件事你得帮我，你能不能利用业余时间帮我掌控一下资金？什么意思？我现在投资方向比较多，财务上缺一个专业人士帮忙，你如果愿意帮我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，但我怕做不好。你毕竟是专业人士，这方面的水平肯定比我强。好吧，我愿意。回家之后，我会把财务工作交给你处理，你的工资暂定为每个月1万元，可以吧？太多了。只要你把我的钱管理好，这点工资不算什么。有了他的加入，我的团队已经有了2个看将，未来还会有更多人。随后，三想和陈青莲也加入了售楼队伍之中，帮着给客户讲解楼盘的具体情况。回到家，三想打开电脑，跟布莱恩简单沟通，敲定投资。重生至今，短短20天就把前世对世界影响最大的社交通讯软件之一拿下了。这种事以前做梦都不敢想啊！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恢复王琴的售楼处经理职务。那白经理怎么办？白兰升任新锐公司副总经理，即日上任。瞬间大厅里掌声雷动，白兰也没想到三想会有这个决定，又惊又喜。怎么突然给我升职了？怎么不乐意啊？那我再给你降回去。不是不乐意，只是怕我做不好。半个月之前我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售楼员呢，现在一下子就当上了副总经理，我怕有人不服气。那你告诉我，你这10来天在远航新天地做了多少工作，接触了多少客户，培训了多少员工，卖了多少套房子？如果没有你做的这些工作，新天地能有现在蒸蒸日上的景象吗？我做了这么多吗？你做的工作我都看在眼里的，既然我扶你上位，你就不要有心理压力，以后听我的指令，我让你怎么来就怎么来，你办事我放心。我会的。回到家，三想打开电脑，整理了所有数据之后，青莲姐，咱们交接一下吧，哈哈，以后每周的财务报表终于不用我自己做。陈青莲一看吓傻了，这才几天啊，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三想居然赚了4000万。你怎么了？没听明白吗？我听明白了，这就记下来。接着陈青莲一夜没睡，把三想的财务情况整理得清清楚楚，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他到底有多少钱。10月3日中奖拿到2个亿，现在是10月24日，他的资产翻了1倍多。天哪，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第二天一早，三想来到海州高新大街，三想此行就是想找一个未来的大牛。就是他，张岳峰先生是吧？能和你聊聊吗？你是？你好，我叫三想，是新锐营销策划公司的总经理。不好意思，我不买房子，你找错人了。新锐公司除了房地产营销策划之外，还有其他的业务，比如互联网风险投资。张岳峰有点懵。互联网倒是跟我的工作沾边，不知道李先生找我是为了什么事？张先生，你05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，08年晋升为高级研究员，那之后就一直在没有晋升过，不知你有没有换一个发展空间的想法？你是猎头公司的？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我的确想要招募张先生，但我是为了自己的团队邀请你加入。你的团队？我刚说过，我还有互联网风险投资的业务，目前已经投资了一个滤镜 APP， 张先生可以瞧瞧。如果你是为这个来找我，那我想你找错人了。这种东西随便找个大学毕业的程序员就能做，何必找我？这只是我投资的其中一个互联网公司。张先生，你也34岁了，难道你不想把这些年修炼的成果拿出来试试刀吗？那你具体说说吧。这家公司已经拥有良好的商业模式，但他们缺乏技术的支撑。如果有你的加入，补齐技术方面的弱点，他们将会获得飞速发展的机会，把竞争对手远远甩掉。这和你刚刚说的技术推动商业模式可不是一回事。我觉得这个赛道上的商业模式和技术服务是一张白纸，等着人来定义。你是要做一个给出定义的人，还是永远当个程序员呢？此时张岳峰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。试想一下，未来有一天你在办公室工作，忽然想吃一份加了很多辣子的回锅肉盖饭，这时候你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几下，半小时后回锅肉盖饭就摆在面前，这种感觉如何？我需要确认工作内容。如果我加入你的团队，我都要做些什么？你能做的可太多了，我详细给你说说。半小时以后，再过10年，你猜我们需要考虑什么问题？什么？那时候我们考虑的是，到底怎么样才能让回锅肉盖饭送到顾客手里的时候还保持着热气呢？这个问题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。但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，不是吗？
没错，我答应你。你都不问问我能给你什么样的酬劳吗？你这么有诚意，我觉得你不会亏待我的。不过我需要15天的时间交接手头的工作，才能从研究院离职。在这之前，如果有什么任务的话，我可以用业余时间完成。还真有个东西需要你帮忙搞一下。就这么简单？对你来说可能很简单，但对于那个市场来说是决定性的一击。我明白了，我不太懂市场，但我懂技术。你说的这个东西，我2、3天就能弄好。弄好之后电话联系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你跟律师研究下，变更一下新锐公司的经营范围和注册资本规模。变更成什么样子？变更成投资公司，就叫新锐资本，专做早期风险投资，同时管理美元与华元基金。我明白了。公司注册资金为1亿元，采取合伙人制度。陈青莲小姐，你愿意成为新锐资本的普通合伙人吗？我愿意。那我现在就要辞职吗？干嘛那么冲动？能不能成事还不一定呢。你现在主要任务还是利用业余时间给我做财务工作，等摊子正式铺起来，再辞职也不迟。三想刚忙完来到公司，董事长有什么事吗？亲亲爱项目有反馈了，你看看吧。这不是效果挺好的吗？你看最后要和我们长期合作，还要专人负责亲亲爱的微博号，这是好事啊！恭喜董事长又拿下一个大项目。你就要自己创业去了，等你走了，这个项目还能维持下去吗？所以我不想接。董事长，我给你10%股份，留下来帮我。17%，不能再多了。这个公司我只有68%的股份，我必须保证足够的控制权。董事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其实你就算把这个公司全都给我，我也没什么兴趣。如果不是为了报答前世叶冰明借钱的恩情，早走了。如果董事长愿意扩大一下经营范围的话，我倒是愿意留下来。具体说说。其实我有想法向影视娱乐行业进军。如果公司能够转换一下经营思路，不局限于广告领域，而是向传媒文娱方向转行的话，我不但愿意留下，还愿意给公司注资。你还想当我老板是吗？只要一起合作愉快，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谁当谁的老板重要吗？你就这么不看好广告领域？我不是不看好广告，只是更看好大文娱。如果我们能够专业的去做这个行业，很快就能做出一番成绩。我要考虑一下。三想点点头，退出了办公室。三想，你这个坏蛋，大坏蛋，非逼我求你留下吗？晚上，三想约了老同学姚思璇吃饭。怎么了？还不是绿野文化的事情。公司最近业务量腰斩，老板天天叹气，搞得我们下面的人也跟着发愁。要不要跳个槽？现在是公司最困难的时候，还是被我连累的。我要是跳槽，会被人戳脊梁骨的。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挺重情义的人。别讽刺我了。就在这时，唐诗诗的电话打来。唐大明星有何吩咐？也没什么，剧组都开拍这么久了，身为投资人，你就不打算过来探个班吗？对哦，投资了2000万呢，的确应该过去看看。我明天就过去。你明天去哪里？去横店探个班，你要不要一起去散散心？横店吗？能碰到明星吗？我也想去。那你就请个假，明天我们一起去。重生归来的我想要进军娱乐圈，为此三想开始提前布局。你们先休息一会，等我的戏拍完了，带你们逛逛横店。蔡姐，你能联络上郑小龙导演吗？你找郑导，他正好也在横店拍戏，跟我们住同一个酒店。那太好了，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？我有个合作项目想跟郑导聊聊。那当然没问题，不过三想先生如果有好项目的话，我们唐朝影视也能做。还真有个好项目，这里说话不方便，咱们找个地方慢慢谈。唐朝影视需要融资吗？你想投资我们公司啊？蔡老板，你对当前国内的文娱产业应该有自己的看法吧？你觉得影视剧行业有没有前景？我个人感觉，国内影视剧行业一直都有很大的发展机会。我觉得未来10年国内影视剧行业会规模性的爆发，将会形成1个万亿左右的大文娱市场。如果未来真会如此，你认为唐朝影视在这种巨大的市场之中能够占据多少份额？我一直对唐朝影视的发展有很清楚的规划，在我看来，公司需要经历4个阶段。可听了你的一番话之后，我才意识到我发展的脚步有点太慢了。既然蔡姐也认识到了问题所在，不如想一想，唐朝未来发展的目标是什么？如何实现这个目标？我脑子有点乱，还需要时间再想想。三想先生，你有兴趣投资唐朝影视吗？如果我没兴趣的话，就不会坐在这里跟你聊天了。你有行业资源，我有资本，我们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组合。好的，我会考虑的。郑导，我是你的粉丝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不知道三想先生见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想买断《珍妃传》的版权。买断《珍妃传》版权？开什么玩笑？你知道《珍妃传》投资了多少钱吗？三想先生刚刚蔡纯介绍的时候，我没听清楚，您是哪家公司的？郑导，我的公司刚刚变更了业务范围，以后专门做各种投资。等我印了新名片，给你发一个。你这也太儿戏了，8成是骗子。郑导，如果我没弄错的话，你这部《珍妃传》的投资应该是7000万左右吧？哦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，目前电视台能够给郑导开出来的最高价是70万一集，对吗？你真的想要购买《珍妃传》的版权吗？是全版权吗？没错，
包括电视和网络、内地和海外，以及各种衍生权，我全都要。你既然知道我们的投资金额，也应该知道这部戏我们是想赚钱的。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价格，我们是不可能把全版权卖掉的。郑导也不用怕吓着我，尽管说个价格出来，我听听看。这件事我一个人说了不算，能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去打个电话吗？半小时后，让你久等了。我和老郭老曹商量了一下，我们的心理价位是1.5亿。郑小龙有点紧张地等待着三响的回答。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你怎么不还价？可以还价吗？三响先生好大方。我前阵子收了几本小说版权，人家开价10万，我开价50万。明明10万就能买下来的版权，为什么要多花几十万呢？也有很多人问我同样的问题啊，我只能回答他们说，格局太小了，几十万对我来说本来就不算什么，现在多花一点钱，结下善缘，日后山水再相逢，很多事情就简单了。没错，山水有相逢，再见亦是朋友。我和郑导还有鲜花影视，可不是要做一锤子买卖，我还想和你们深入合作。怎么合作？我有个文化领域的上市公司，想要投资鲜花影视，或者是把鲜花影视并入上市公司的资产，不知郑导有没有兴趣？郑小龙彻底惊呆了。三响这么年轻，居然有家上市公司。郑导可以回去再跟郭总、曹总商量一下，这毕竟是一件大事，我们可以慢慢谈。至于真飞转，我叫人拟一份合同，随时都可以签署转让协议。好，太感谢三响先生了。唐诗的房间里，他和姚思璇正在热聊，两个女孩本来不熟，只是因为三响。诗诗有话要跟你说，我先回房间了。我知道你是为了叶冰凌才找我的，说吧，他有什么话不好意思直接跟我说，要通过你告诉我。你怎么知道？董事长那个人特好面子，他总觉得我是员工，他是老板，不该听我的。但理智又告诉他，我说的才是对的。你怎么好像比我还熟悉他？董事长是不是准备转型了？你既然什么都知道了，我就不用说了。既然董事长同意了，我就可以着手下一步的计划了。你有什么计划？你今天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打算投资唐朝影视吗？我的确有投资唐朝影视的想法，而且是把猫园广告和唐朝影视整合，做多媒体大文娱方向的企业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虽然听不太懂，但是觉得好厉害啊！那我以后的演戏资源会不会多一些啊？那得看你表现，平时多拍拍我的马屁，把我拍舒服了，想要什么资源都有。美的你。挺晚了，我先回去休息，明天一早我就回海州了，过阵子再来谈判。三响刚回到酒店房间，老板，我把软件搞定了，发给你体验一下功能。三响简单试用了一下，给张岳峰回了信。我在外地，明天回海州，你明天晚上不要安排其他事情，陪我去见一个人。第二天，三响带着姚思璇刚回到海州，这时叶冰凌打来电话。董事长，有什么事吗？三响，你在哪里？怎么了？我遇到点麻烦，你能不能来帮个忙？你在哪？我在爷爷家，今天是他的80大寿，我回来给他祝寿。现在全家人都在劝我嫁人，如果你不来，我走不了。坚持1个小时，我肯定的。此时叶家别墅，陈简和冰凌的婚事，陈家没有任何异议，咱们叶家也应该给个答复了。大家对冰凌的婚事还有什么意见吗？叶家人人都巴不得叶冰凌嫁入陈家，最好是立刻马上当场嫁入陈家，他们才能尽快获得红利。我有意见。叶家人都惊讶地循声看去，想看看是谁这么没眼力家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什么人？怎么跑到叶家来了？叶家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赶紧滚出去！谁有意见啊？爸，没人有意见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外人在捣乱。那他到底为什么会有意见啊？爸，这人又不是咱们家的人，凭什么有意见？不是咱们家的人，那你们不问问清楚，他怎么会在咱们家？如果叶家对这门婚事有什么看法，可以直接说，不必弄这样的事情。风清兄少安勿躁，我问问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什么人？怎么跑到我们叶家来的？你想干什么？还没自我介绍，我叫三祥，是猫园广告公司的员工，我不同意叶冰凌嫁人。你凭什么？凭我是叶冰凌的男朋友。叶家人全都傻眼了。你胡说，冰凌根本没有男朋友，这人满嘴胡说八道，我把他赶出去吧。我胡说八道？叶冰河，你早就知道我的存在，为什么不跟大家介绍一下呢？冰河，既然你认识他，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。我和他的确见过面，他当时也自称是冰凌的男朋友，可我根本不相信。那他到底是不是？当初咱们两家谈好要结亲，陈简可是一直没找女朋友的。叶冰凌如果背着我们陈家找了男朋友，我们陈家可不会善罢甘休。你说你是冰凌的男朋友，有什么证据？这种事需要证据吗？如果非要证据的话，茂源公司上上下下全都知道我们的关系。此时叶冰凌缓缓站起身，我和三响情投意合，很早之前就在一起了，家里安排的事情从来没征求过我的同意，我也从来没答应过任何事。该说的都说了，我们走了。想走？怎么想打架？天要下雨，娃要嫁人，让他们去吧。老爷子发话，
叶冰河只能让开。三祥只是参加了个饭局，没想到董事长竟然非要嫁给他。爸，你怎么能让他们这么走呢？陈家那边怎么解释啊？别叫我爸，我没有你这么无耻的儿子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背着我都干了什么，用我的名义去压冰凌的事情，你们没少干吧？爸，我这也是为了叶家好啊。是陈家说陈简撑不了多久了，想让冰凌嫁过去冲喜的。如果现在不嫁，我怕以后就没机会了。冰凌就算嫁给他又如何？陈简死了，冰凌就得守寡一辈子。冰凌的事情，我说过给他3年时间，3年期满，如果他做不出成绩，我亲自挑选一个门当户对的家族，把她嫁过去。在那之前，不准再逼她。冰河，去找那个叫三响的小子，让他有空来趟家里，我要见见他。另一边，三祥把叶冰凌送回公司，跟张岳峰一块来到一家湘菜馆，坐在距离收银台最近的座位。每隔几分钟，收银员就打出一张单子交给后厨，然后10几分钟，有人急匆匆走进湘菜馆，报出号码之后，把后厨刚做好的热气腾腾的饭菜拿走。看明白这个模式了吗？首先网络下单，然后商家接单制作，学生来取餐送餐，完成服务。这和电话订餐的模式差不多，只不过是转换到了网络上。不只是一道网络那么简单，网络还能做到很个性化功能，给出饭店列表和可选菜单，能不能估算出配送所需要的时间，能不能把从接单到制作到取餐到送餐的整个轨迹展现给顾客，而不是让顾客两眼一抹黑的傻等。对呀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 Apples 太简陋了，我想回去重写。那倒不必，你的 Apples 已经站在这个时代的顶端，等竞争对手追上我们，再一个个的拿出来，让他们看得到我们的背影，却永远追不上。要论阴险，还得是你们学文科。待会来的那个也是学理工的，你们应该有共同语言。你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砍晕他。半小时后，三响先生，我还没考虑好呢。三响并不急着谈正事，而是招呼张伟豪坐下。这位是张岳峰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。岳峰，这是张伟豪交大机械与动力工程学的硕士。二位一听介绍，都吓了一跳。你是硕士，现在做外卖。别人也跟你一样的反应，不过我觉得外卖这件事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，是很有意义的。这倒是，所有技术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人类服务。伟豪，你还有什么顾虑吗？也不是顾虑，就是和几个合伙人聊过之后，觉得目前还有发展的余地。资金方面虽然有点紧张，但还在能够克服的阶段。我能理解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虽然投资不了你们，交个朋友也好。以后如果需要融资的话，我一定联系你。呵呵，那倒也不必，既然投不了乐乐呗，我就打算自己搞。正好岳峰帮我做了个软件，你是专业人士，能不能帮我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？好啊。只看了几分钟，张伟豪的脸色就变了。张哥，你这个一键打印小票的功能是怎么实现的？张岳峰刚要回答，却见三祥使了个眼色。这是商业机密，不太方便透露。我找岳峰开发了这套系统，本来是打算给乐乐备用的，既然你们不愿意，那我只好留着自己用了。另外，我还策划了一些占领市场的方案，本来想交给你的，现在可以留下来自己慢慢研究了。其实我个人是倾向于融资的，只是有2个合伙人比较固执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回去再劝劝他们。这样啊，可我只能再给你们3天时间考虑，这个市场瞬息万变，我不想错过时机。3天足够了，3天之内无论成不成，我都联络你。一言为定。老板，这小子刚才盯着 Apples 不放，我看这3天他肯定会琢磨着怎么复制这套系统。你觉得他有那个水平吗？这套系统虽然做起来不难，但有几个关键节点还是需要开脑洞的。那我们就等他来投降吧。这3天你正好完善一下功能，如果能把我之前说的那几个功能实现，就再好不过了。你不是说绝招要慢慢拿出来吗？绝招就跟核武器一样，不是用来杀人的，是用来吓人的。明白了。三响，款子下来了。多谢吴行长了，这2天有空一起吃个饭。随后三响来到薛显贵办公室，老弟，钱下来了。老哥着急了，新开发的楼盘就等着启动资金呢。你看咱们什么时候把合同签了？随时都可以，不过付款方式我希望有点变通。什么？我最近想要收购几个项目，手头资金有点紧张，能不能先付2个亿，过完元旦再付1个亿？这要不老哥考虑一下？不用考虑，老弟你说怎么搞就怎么搞。2人签完合同，转了款。老弟，太谢谢你了。老哥客气了，那1个亿过了年一定按照合同约定转给你。对了 ，A3D 块怎么样了？你不让我掺和，我就退出来了。他们找了千通地产组成联合体平台，听说出价在25亿左右。薛老哥，你有空的话帮我盯着点他们的联合体，尤其是亚视。如果亚视有什么风吹草动，跟我打个招呼。你盯着亚视干嘛？我最近打算投资文娱，亚视的经营状况似乎一直都不太好。如果有机会拿下的话，我想试试。老弟，亚视是个烂摊子，最近几年已经换了好几个老板，我看王家生也做不了多久。再说港岛的电视台不能在内地落地，你搞来也没什么用处啊。老哥放心，我不会乱来的，有机会就试试，不行我就撤。老弟，你年纪轻轻，办事比我都沉稳，我倒是多虑了。就在这时，蔡纯电话打进来，
三想先生，我回海州了，能不能约时间见个面？蔡姐，找我来有什么事？你应该猜得到吧？我想再和你聊聊投资的事情。假设你投资了唐朝影视，打算怎么发展？蔡姐，这方面你是专家，我什么都不懂，你居然问我？给你前天跟我说的那些影视行业未来趋势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你在这方面的嗅觉，比我这个所谓的专家更敏锐。我能够看得到未来的发展趋势，但不意味着我做的就一定比你好。如果我投资了唐朝影视，我只负责出钱，管理还是你来做。失败我们共同承担责任，成功我们按股权分红，仅此而已。蔡纯思索起来，资金方面我先注资5000万，拿20%的股份。在艺人签约和收购 IP 方面，我只提供参考意见，决策权都在你手里。将来唐朝影视会是我大文娱计划中的一环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三想的话把蔡纯震得一愣一愣的。这么大的自主权，没想到三想完全要当个甩手掌柜。如果不想掉队，蔡姐应该未雨绸缪，早做打算了。三想先生，我相信你，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合作愉快。